娘，那魏松就是个病秧子，我嫁给他不是明摆着要守寡吗？我不嫁，要嫁让涂小娇嫁去。可是魏家相中的是你呀。那你就跟魏家说，涂小娇跟魏松八字更合，这么一来，魏家肯定是愿意的。涂小荷说对了，魏家确实同意了。因为魏家对魏松娶谁其实并不在意，只是涂小娇也知道嫁给魏松是个火坑，她也不愿意，也闹他。涂小娇，无论你怎么跟我闹，你都必须嫁。随着一声吼，涂小娇被强硬换上嫁衣，塞住嘴巴，绑住手，塞到了牛车上。涂小娇的娘顾氏在临走前对着她说：娇娇，你别怪你爹，你爹他也不想把你嫁过去，只是魏家对你爹有恩，你不嫁的话，人家就会骂你爹忘恩负义。还有，那魏松是身体不好，但是身体不好有身体不好的好处，他病弱，日后你们夫妻生气了，他连打你的力气都没有，你一点不用担心日后挨打。涂小娇性子也是烈，反抗不过，在成亲的路上就从牛车上跳了下来，准备一头栽死自己。最后涂小娇确实是死了，江婉穿了过来。等江婉回过神来，已经在洞房里了。现在礼已经成了，你已经是魏家的人了，所以就不要再闹腾了，再闹腾只会被人看笑话。魏松啊，快进来，给新娘子把盖头掀了吧。盖头被掀开，也看清了眼前男人的样子，浓眉凤眸，鼻梁高挺，唇线优美，五官分外的俊美，皮肤或因身体不好的缘故略显苍白。魏松看到涂小娇好像也恍惚了下，大抵是因为她长得太愤。娘子，这一称呼让涂小娇陡然一个机灵。第一次见面，这称呼，虽然流程走过了，身份也定了，魏松也没叫错，可是心理上还是有点不适应。涂小娇没说话，只是盯着魏松瞧。魏松或是出于礼貌，就对着涂小娇笑了笑。脾气不错，模样极佳，这样的男人或许也不错。趁他风华正茂的时候当紧养着，等养够了看腻了就和离。他如果不愿意和离，那就打他，反正他身体不好也打不过我。相公，你真好看。涂小娇说完，看魏松又愣了一下，然后耳根肉眼可见的红了。他竟然还会害羞。那个，你先给我把绳子解开吧。听言，魏松似愣了下，然后在看到涂小娇的手，双手竟然是捆绑着的时候，眼帘动了动，心里明白但却没说什么，伸手给她将绳子解开。涂小娇活动一下手腕。对于最后嫁过来的是我，不是涂小荷，你心里可有想法？我的想法就是，娘子与我才是有缘人，而涂二姑娘不是。你倒是会说。这是为夫的真心话。你去招待客人吧，不用管我。魏松听了略有些不自在。其实没什么客人。没客人？没银子待客。你家这么穷的吗？伯爷家也不宽裕，能给我准备的也就只有这些了，所以，之后怕是要委屈娘子了。客的话就别说了，说点实际的。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银子？涂小娇问完，看魏松拿出荷包递给了他。
涂小娇接过，然后从里面倒出10个铜板出来。涂小娇将手里的铜板放回荷包里，然后就开始脱衣服。看涂小娇脱衣，魏松眸色变幻，心里也是千回百转。我是从还是不从？在魏松几乎决定躺平，任他为所欲为，由他发挥的时候，看涂小娇撸起袖子开始干活，整理床铺，扒拉自己嫁妆。你傻愣着做什么？赶紧帮着把东西拿出来。哦，好。这个娘子不只是胖，还凶。娘子，我可以躺你旁边吗？哦，好。听到涂小娇应，脱去外衣，在她身边躺下。哎，就魏松的身板，有来听他洞房的必要吗？哎呀，闲着也是闲着，来看个热闹有啥不好的？有啥热闹可凑的？我听说涂家闺女儿根本就不愿意，她早已有心上人，所以在娘家的时候还寻死觅活的闹过，是她屠户碍于救命之恩，强迫她嫁来的。听着外面那轻声细语，魏松眼帘垂下。涂小娇看魏松这样子，当即掰过他的脸。你是信别人还是信自己媳妇儿？什么？他说我不愿意嫁你，寻死觅活，你看我现在像不愿意的样子吗？娘子都给我做饭了，怎么会不愿意？凡事我自是信娘子，不会信外人。哎呀，走吧走吧，这半天了都没声音，肯定是魏松不行。看他那身板，我就觉得他是个不能人道的。如果是这样，明天更有乐子说了。咱们家不能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那娘子的意思是，现在就要洞房吗？洞房个屁！涂小娇从被窝里爬出来，然后在魏松的注视下开始蹦床。哎呀，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洞房花烛夜，不需要我出力，这洞房就完成了，也是始料未及呀。你别跟死鱼一样躺着呀，你也发点声音出来呀。这个是男人该出声吗？看魏松一脸不明所以的样子，涂小娇伸手在他腰间用力地捏了一下。你自己叫还是让我动手教你叫？恢复自己来就好，不能什么都叫娘子受累。就这么着，涂小娇负责动，魏松负责喊，门外的人负责吃惊。因为不知不觉2刻钟都过去了，屋内竟然还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直到床塌了，涂小娇呆了，魏松懵了。这下说不得全村人都知道你在床上功夫了得，而我嫁你是心甘情愿了。娘子，这10场夜剧已经不是功夫了得，而是人中禽兽了。蹦床半天，修床又费了好一番功夫，总算是能睡了。结果刚睡一会儿，魏松就被摇醒了。魏松，醒醒，醒醒！怎么了？是进贼人了吗？我想如厕，你起来陪我一起去。当相公还要干这活？愣着干嘛呀？赶紧起来，我怕黑。哦，好。你在这等我，别乱走。好。距离茅房太近，魏松下意识地想往后退，然一步刚迈出。魏松，你在吗？魏松脚步微顿。我在。魏松，你在吗？我在。魏松。魏松回答慢了点儿，茅房内的涂小娇就急了。魏松，你在吗？我在呢。你要及时回答，不然我尿得不踏实。有个女人在不断的呼唤，这本该是一件很唯美的事吧？可实际情况变成一个女人在茅房时不断的呼唤，就变得分外怪异了。不错不错，我真是嫁了个可靠的男人。娘子过奖了，
这本就是为夫应当做的。你也去方便一下吧，来都来了。不了不了，还是先回去吧。哎呀，去吧去吧。那我去就来。魏松，你在吗？魏松，你还没尿完吗？魏松，你还剩下多少了？第一次尿个尿还被人问进程的。翌日吃过早饭，魏松对着涂小娇道：一会儿我们要去给堂祖母还有堂伯堂哥他们去见个面。那就去见见吧。等下若是堂祖母他们说了什么让娘子不愉的话，自有为夫给你挡着，你莫怕。你这是要护着我吗？不然呢？难不成要跟他们一起欺负你吗？你护着我就不怕他们说你白眼狼吗？比起名声，自然还是娘子更加重要。所以娘子放心，我不会为一个渔民就做让娘子寒心伤心的事。当魏松和涂小娇到魏家的时候，看到魏家大媳妇儿孙氏还有二媳妇杜氏两人正在大门口站着。哟，魏松侄儿，你们来了。娘她老人家今日身体不适，就不见你们了。原来人家不是来迎接我们的，而是特意在这里等着我们，拒之门外的。啊，也是，魏家连婚礼都懒得参加，也就更不屑见我这个孙媳妇儿跟我们客套了。不过你们伯父出门的时候倒是给你们留了话了。他说娘老人家年事已高，正是需要精心养着的时候，所以他希望你们从这个月起每个月拿出2两银子来孝敬你们的曾祖母。大伯母放心，我定然会努力挣银子孝顺祖母她老人家的。哎，我们都知道你是个孝顺的，看来魏家没白养活你。好了，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余下还有什么就让你二伯母跟你们说吧。说完，孙氏扭着肥臀走人。这个你们拿着，回去好好过日子。说完，飞快的就回去了。明明是送银子，搞得跟偷银子似的。魏松看看手里的银子，然后将它放到涂小娇的手里。走吧，回家。魏松，你会不会什么手艺？不瞒娘子，其实为夫除了长得还行之外，其他的都不太行。魏家说是身体不适的魏老夫人，此时气色红润，分外悠然地坐在软椅上吃着糕点喝着茶，问大儿媳孙氏：你说让他们每月交2两银子，他们可有说什么？娘都发话了，他们哪里敢说话？娘也知道，就凭魏松那破败的身体，还有他媳妇儿那面嫩木讷的性子，他们自己不饿死就不错了，怕是没能耐交银子给您。哼，你以为我不知道吗？那娘您……我那么说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别妄想再来魏家打秋风，我还想找他们要银子呢，哪里有银子给他们？娘英明啊，这么一来，但凡要点脸面的都不会再来了。孙氏拍完马屁，转而略有些担心。哎，娘，你说魏大人会不会派人突然来接魏松回知府啊？你就放心吧，魏松这辈子都不可能回到知府府的。至于原因，魏老夫人没说，只有她自己清楚。魏松被送到这里来，根本就不是因为体弱多病，而是因为八字硬克父，所以有生之年魏松父亲是不可能接他回去的。另一边，魏松和涂小娇两人大眼瞪小眼。我还有2亩薄田呢，我们好好耕种的话，应该是不会饿肚子的。你说的对，只是就这么点地，咱们至多也就不会饿死，想存点银子盖房子，怕是不可能吧？娘子别愁，我一会儿就去县城看看有没有什么活，先干着。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饿肚子的。
涂小娇听了，看看魏松，心里有所思。之前听人说他性子沉闷窝囊，现在一点也不觉得呀，嘴甜还知分寸，还愿意干活，完全不是人们口中的极品废物。你如果去县城干活的话，是不是晚上就回不来了？有可能。既然这样，就别去了。你走了，我晚上茅房就没人陪我了。好，为了让娘子放心如厕，不干活了。我会杀猪宰鸭，明天我们就挂个牌，有需要屠宰活的可以找我。这个怕是不好吧？有啥不好的？咱们凭手艺吃饭。咱们现在就去镇上转转去，说不定碰到哪家饭馆招人呢。说完，拉着魏松就出门了。一路上碰到街坊邻居、镇上的人，魏松都温和地跟人打招呼。这魏松啊，成亲后好像一下子变了很多呀，之前连个囫囵话都不会说，你看现在说的多好呀。哎呀，不但会说话了，听说身体也好多了呢。昨儿个有几个混小子去听墙角了，你猜怎么着？他们说啊，这魏松妇人说着伸出5个手指。一晚上这么多次啊！这话处一下子惊到一圈子的人。素甲镇不小，但活儿却并不好找，所以涂小娇和魏松把一个镇子跑遍了也没找到活儿。回去的路上，魏松看着涂小娇，让娘子跟着我受委屈了。哎呀，不委屈，我虽然没找到活，可你晚上活多好啊，我是有福气的女人。涂小娇没工夫理会魏松繁杂的心理。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不如我们去山上看看吧，最近村子里都忙着收种，没工夫去打野，我们现在去说不定能猎个大件回来。好，听娘子的。两人转悠了半天，也就找到了几颗酸果子。娘子，这天也快黑了，咱们回去吧。好，回去。娘子，小心点走，别摔了。这日子干脆摔死好了，摔死了也许就能回现代了。不过就是不知道回去后肉身还在不在。娘子，你怎么样？伤着没？哎呀，这可是宝呀！娘子打算怎么处置这头猪？卖了吧，换成银子留着慢慢用。好，听娘子的。魏松，你在这里守着，我回家去把架子车拉过来，咱们把猪弄回去。我回去拉吧。我回去吧，我一个人待山上害怕。好，还以为不让我回去拉车是心疼我呢，看来是想多了。遇到涂小娇后，魏松发现自己好像多了自作多情的毛病。要知道在过去，别的女子在他跟前脱光了，他心里都生不出一个情字，就觉得膈应碍眼了。魏松，你看着，我走了。娘子放心，猪在我在。猪不在你也要在，猪没了你如果也没了，那我不是人财两失吗？所以猪没了就算了，你一定要在这里等我。好。待感觉涂小娇已经走远后，魏松朝着山下望了一眼，随着移开视线望向京城的方向，眸色幽沉阴暗。谁能想到，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这样一个人人畏惧、阴毒狠戾的摄政王在毒发死了之后，竟然没有转世投胎，反而投生在了魏松的身上。魏松要回京并不难，他死了，但他之前的属下可没死。他要回京不过一封信的事儿，只是他现在还不想回。那小皇帝在我死后必然十分的高兴吧，就让他先高兴高兴吧。
魏松与涂小娇合力将猪弄到车上，涂小娇拉着魏松连夜偷偷地去了县城，到地方真是累了个半死，好在最后卖的价钱还不错，卖了5两银子。相公，走，我带你去吃点好吃的去。看着眼前的馄饨，吃好吃的就是来吃馄饨。赶紧吃呀，吃饱了咱们在县城转一转，再买些东西。好。魏松本以为涂小娇会买些用的或吃的，结果他买了很多的猪下水，又腥又臭。你不要看它难闻，但其实可好吃了。魏松一点不信。你尝尝看。很好吃的。说着，涂小娇夹起一块放到嘴巴里。什么都吃，我倒是想看你自己会不会把自己养死。结果还未等到，涂小娇就夹起一块趁其不备塞到了他嘴里。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吃啊？魏松不想承认，但确实很香。魏松木着脸道：娘子真是厉害。我如果去镇上卖这个，你觉得咋样？我觉得可以试试。不说你还有2亩良田吗？当下正是麦子成熟的季节，咱们先把粮食给收了吧。好，我吃完饭就去收。一起吧。吃完饭，拉着架子车带着家伙就去田里了。这就是你的地？之前都是堂祖母那边的人帮着打理。涂小娇听了，嘴巴撇了下。真是连面上功夫都懒得做，看看这麦子，那是比谁家的都稀疏啊。好了，开始吧。麦子是割下来了，想要变成吃的，还要拉回去把麦子给打出来才行啊。走吧，往家里拉麦子。娘子先去歇息，我先去烧点水。你烧火吧，我来准备饭。我去把田里的麦子先拉回来。魏松说完，又喝了碗水，就拉着车子去了田里。涂小娇也没说什么，在家里把锅碗瓢盆洗了，把自己洗了，在屋里小睡了会儿。魏松竟还没回来。涂小娇凝眉，随后穿上衣服就出了门。刚到门口，就听到了魏松的声音：堂妹，请自重。堂哥，你好无情，你之前明明说过中意我，说非我不娶的，没想到现在成了亲就变了心，就把我抛之脑后了。堂妹这话实在是可笑，6、7岁的幼龄，年幼无知说的话，也当得了真吗？就是因为是年幼时说的话，才没掺一点假的，都是真的。所以如果你不想我把这些事情告诉祖母，让祖母知道你是多么忘恩负义、薄情寡义的事儿，我劝你明日就把涂小娇给我休了，不然我可是不依。你让我休妻，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说完，无视魏兰惊骇的表情，拉着麦子进了家门。刚刚那个狂霸拽的魏松，跟他这几日的形象可谓是截然相反啊。所以到底哪个才是他本性啊？是刚才那个傲娇的，还是对着我时那个温顺又温和的？娘子，你去哪里了？哦，我看你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就去寻你了。走到一半，村子里的人说看到你回来了，我就知道咱们走岔了。你赶紧去洗一下吧，剩下的活明天再干。娘子，刚才魏兰过来了，意图坏我清誉，诋毁我的清白，离间你我夫妻的感情，然后就被我给挡回去了。相公做得好，不过他以后还来吗？哼，不来最好，来的话有我在，你莫担心。不知道相公打算如何应对，也好让为妻心里有个准备。也没什么打算，
就是如果他骂我，我就骂回去；如果他打我，我就打回去。相公英明，那我就听相公的。娘子不觉得我过分吗？这有啥过分的？穷咱们受了，气不能受，所以啊，未来若是敢找事儿，咱们又不是没张口没张手，既然长了，就该又还口又还手。看魏松望着他时，眼睛亮晶晶的，笑得分外温柔黏糊的。涂小娇轻咳一声，别过脸去，心里冒出这么一个念头来：这么一个美色诱人的男人，如果把他卖了，肯定能卖不少钱。第二天，涂小娇睁开眼睛，就看到魏松已经打扮得干净整洁，正光鲜亮丽的在床前站着。你怎么穿成这样？娘子忘记了吗？今天是你3朝回门的日子。那个娘家还有回的必要吗？娘子也赶紧起身吧，不然回去太晚，怕是连午饭都吃不上了。当涂小娇和魏松回去的时候，涂家大门紧闭。这是没想到我们会来，还是根本就不想我们来呀？应当是在田里忙活，还没回来吧。涂小娇听了，看了看魏松。怎么了？可是为夫说错什么了？没有，就是跟相公比，我好像过于小心眼了。魏松听了，刚想回一句娘子不小心眼。为了我不被比成小心眼，你以后少说话。是，为夫遵命。哎呀，真是男色诱人啊！等到穷的揭不开锅，就把他给卖了。走吧，我们去田地里找父亲和母亲大人去。好。他们怎么来了？你就少说2句吧。不管怎么说，这姑爷都姓一个魏字，没听说过打狗还要看主人吗？爹娘，我们来了。岳父、岳母、大嫂、二妹、小弟。小娇，你这么不懂事呢？你明知道姑爷身子不好，这么热的天还带着他过来做什么呀？哼，看来是真的不想我们来啊。看娘这话说的，难道因身体不好就不要孝道了吗？父母长辈都可以不敬着啦。说着，涂小娇从地上拿起一把镰刀，塞到魏松的手里。来，相公，来了就不能闲着，这姑爷到岳家那可就是干活的。娘子说的是。爹娘嫂子，赶紧干吧，干完活也好早些回家。总算是还有些用处的。只是魏松身体弱，涂小娇没吃早饭，两人很快就落在后面，不时感受到来自家里人那带着嫌弃的眼神。涂小娇算是真切感受到了人穷狗都嫌是什么感觉了。你躺倒。娘子，你刚才说……我说躺倒。涂小娇话落，魏松随着闭眼倒下。相公，相公，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可不要死呀，相公！听到涂小娇那急切的呼唤声，躺在地上的魏松，虚情假意用耳朵竟然也是可以听出来的。相公，你可千万不要死呀！相公，你如果没了，我可怎么办呀？相公，怎么突然就躺倒了？哎呀，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把人抬到车上，先回家再说，先回家。秃大牛急急慌慌，先回家，除了担心魏松死了，还怕被人给看了笑话。我来扶着魏松，爹娘快拉车呀！然后本还高兴的涂小娇和魏松多少能帮点忙的涂大牛和顾氏，慌里慌张的拉着俩人就往家里赶。幸亏嫁给魏松的是涂小娇，不是我，不然多可怕。不过也得亏魏松身体不好，不然可不就便宜了涂小娇吗？涂家到家，涂小娇忙道：爹娘，这个时候还回什么家呀？赶紧拉着他去找大夫呀！找大夫那得多少银子？真是，
都成亲了还一点事都不懂。我看看魏女婿就是热的，一时猛着了，喝点水凉快凉快就好了。先给魏女婿喂点水吧。爹娘见多识广，你们说不用请那就不用请。不过魏松这身板可不比咱们，万一他在涂家有个好歹，魏家追究起来，那就是小事变成大事了呀。就累着了，能出什么大事？娘子，我好似快不行了。如果我不在了，你就再找个好人家嫁了。相公，相公！娘子，我有些喘不过气来，难受。爹娘，他说喘不过气了，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快不行了？你问我问谁去啊？爹娘，你们给我拿点碎银子，我自己带他去找大夫去。只要离开了涂家，到时候魏松就算有个好歹，那也是跟涂家无关。跟涂家无关，这几个字顿时就让涂大牛心动了。你等着，我这就去给你拿银子去。最后，涂大牛给了涂小娇3两碎银子，又给了他1袋子面，心急火燎的让他拉着魏松走了。银子，我的银子呀！哎呀，别心疼了，就当是花钱消灾了。涂小娇拉着魏松走出涂家庄，停下脚步，望着魏松道：感觉咋样？感觉还好，多谢娘子之前掐为夫那一下子，不然我白眼怕是还翻不了那么好。看着笑得愉悦的涂小娇，再看看车上米面，还有他钱袋子来的几两碎银子，魏松眸色悠悠。这小女人对夫君和爹娘下手都相当的狠呢。之前她掐那一下子真是疼得直抽冷气，而她搞这些东西也定然让顾氏心疼的眼泪直掉吧。涂小娇绝对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主，所以娘子，我下来拉着你吧。哎呀，不用，你坐着，我拉你。这怕是不太好，我一男子。没啥不好的，你今天也是立了功了，这是奖赏你的。不是心慈手软的主，但同时也是赏罚分明的主。立功就给奖赏，那么如果犯了错，不知道会给什么惩罚。哎呀，堂哥，你这是去了哪里呀？害得我好等。刚到家门口，一道声音传来：他在向你撒娇。娘子放心，我不吃这一套。我没啥不放心的。堂哥，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咋不吱声呀？魏兰不撒娇了，开始质问了，一直在对魏松说话，连看都没看涂小娇一眼。涂小娇无所谓，她眼里这会儿也只有车上的米面。将车子放好，扛起面就往家里走。堂妹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看你这话问的，我没事儿就不能来看看你吗？你没事儿，我有事儿，没空让你看，所以堂妹回去歇着吧。堂哥，我知道你心里咋想的，也知道你是故意说这些话气我的，所以我谅解。这是人还是牲畜？如果是人，怎么如此听不懂人话？相比之下，涂小娇可就聪明伶俐多了，蔫儿坏，贼心眼儿多。哎呦，这家里来客人了，怎么都不知道倒口水过来呀？贝姑娘，请喝水。魏兰端起碗灌了2口，而后放下，开始上下打量起涂小娇来。那个脸大的，五官都挤成一坨了，还有那个身材，比我家后院的猪都肥硕，浑身上下，如果非要找优点的话，就是皮肤还算细，还算白。啊，农家人每日风吹日晒的，一般皮肤都糙得很，像涂小娇这样细白的真不多见。
涂小娇也不知道随了谁了，怎么晒都晒不黑。可皮再好看有啥用？一胖毁所有。你这不愧是屠夫家长大的，这身上闻着就透着一股骚臭味儿。涂小娇看着魏兰，若有所思。魏松心仪的是魏兰，而魏兰对魏松也有意，只是因为魏松人穷身体弱，魏家断定魏松命短无用，丝毫不能给魏家带来好处，所以自然也就不同意他们的亲事。所以纵然魏兰对魏松有心也没嫁，两人没能成亲，但却是真真实实的郎情妾意过。那么现在魏兰看魏松娶了我，魏兰在心里把我当作情敌，还是当作破坏她与魏松感情的第三者了呢？无论是什么，必然看我不顺眼就是了。现在无端来找茬就是证据。魏姑娘说的是，我确实是粗人一个，但也多亏了相公他不嫌弃。说着，涂小娇看向魏松，温温柔柔。相公，你不嫌弃我，对吧？我岂会嫌弃娘子呢？对我来说，娘子不嫌弃我，已是我莫大的福气了。相公不嫌我，我也不嫌弃相公，所以我们是两情相悦的，对吧？是两情相悦，也是天作之合。魏松说完，涂小娇对着他笑了下，然后忽然抬手圈住魏松的脖子，仰头对着他就亲了下去。你们不要脸，不要脸！魏兰骂着跑了出去，因为涂小娇手都放到魏松的腰带上了。看魏兰跑开，涂小娇松开魏松，心里轻哼：哼，跟我比什么不好，偏要比脸皮。哎，你歇着，我去做饭。魏松站在原地，看着对他耍完流氓扭头就走的人。我倒要看看这日子能邪乎成什么样。魏松靠在床上，闭上眼睛，开始无声地念清心咒。清心咒是一定要念的，不念的话，涂小娇已经死在他手里不只是一次了。娇娇，娇娇！哎，你是铁柱哥？娇娇，我听我娘说你嫁给魏松了，是真的吗？赵铁柱，原主涂小娇的心上人。不过赵铁柱可是看不上涂小娇，觉得她又肥又笨，心里对她很是瞧不上，但又享受被涂小娇爱慕的滋味，所以对涂小娇的示好一直都是不拒绝不表态，可谓是扎得明明白白。我已经跟魏松成亲了。可是你之前不是说过非我不嫁吗？没想到我才出去没几日，你这心变得倒是快呀。我也没想到魏公子竟然也愿意娶你这样一个朝三暮四心里还没他的女人。非你不嫁，你可真是山羊放了绵羊屁，洋气又骚气。你家没镜子也应该有尿吧？你说这话的时候就不知道先照一下吗？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你从头到脚哪里能跟我相公比？是身高还是长相，或是人品？不说外在，就是内在。听到涂小娇要夸她内在，魏松不觉站直了几分，结果涂小娇就来了句：我虽然没见过，但我却十分确定，他蹲着都比你站着尿得高。他说我尿得高好像是夸我，但是他又说我蹲着尿，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好像是一种羞辱吧。涂小娇，你简直没脸没皮，你给我等着等着！赵铁柱气急败坏地离开，涂小娇对着他背影呸一声，一转身就看到了站在门口表情十分微妙的魏松。之前我娘说我们是天作之合，天生一对，我还不太信呢，但现在我可是信了。娘子此话怎讲？首先，你爹不疼娘不爱，我也是爹不疼娘不待见。其次，你有个招人烦的青梅，我有个没分寸的竹马，这不就是缘分吗？各个方面无论怎么比怎么看，我们都是门当户对的一对呀。魏松心里呵呵，
本以为他只是能吃，没想到还挺能说。这嘴长在他身上也是受累了。娘子所言极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日子过好了，不能让人笑话。这是自然的，自然的。翌日天刚蒙蒙亮，涂小娇就起床了。今天镇上有集，趁着早上凉快，我要去镇上买点东西。你在家里把麦子锤了。好。把门看好了，别让你的青梅进来，免得惹出闲言碎语来，我跟着日子不消停。那如果是你的竹马来呢？如果是赵铁柱来了，你就把门打开，然后告诉他我心善人美，活还好，你是绝对不会和我和离的，让他赶紧死了那条心吧。说完，涂小娇走了。到镇上，涂小娇一点不耽误，把需要的东西麻溜给买齐了。刚要走就遇到了熟人。哎，大姐，小娇，大姐，你手里这些东西是用咱娘给你的钱买的吧？是呀，用的都是娘给的银子，都是托了爹娘的福，给我选了魏松这样的好夫婿，让我也跟着开始享福，都开始花娘家的银子了。娘，现在你跟爹可是我跟魏松最大的依仗，事后你们可要多多照应我们呐。大姐，你想都别想，打针歪打到娘家来了，你还有没有良心？你嫁给魏松那个病秧子，那是你命该如此，跟咱爹娘有什么关系？是呀，娇娇，你跟魏松那是命中注定的，怨不得我跟你爹呀。就是，你以后再敢去娘家要东西，别怪我们不认你。娘，我们走。涂小娇回到家里，看到家里的麦子魏松就打了一点，人在椅子上坐着，闭着眼睛，脸色苍白。他如果嗝屁的话，那晚上谁陪我上茅房啊？魏松，魏松，原来他也会担心我吗？看魏松睁开眼睛，涂小娇松了口气。啊，你是怎么了？啊，没什么事儿，就是刚才打麦子太热了，有点晕。这会儿已经好多了。娘子这么快就回来了？下次我出门你也跟我一起去吧，你这一个人在家干不了多少活，还平白让人担心。哎呀，我先去给你倒碗水喝啊。好，劳烦娘子了。魏松喝了水，确实好了一些。涂小娇看他没大碍，开始收拾自己买的东西，一边整理一边向他展示。你看我新买的碗碟，以后咱们就用这新的，吃饭的家伙不能将就。还有这个，我给你买了2条底裤，我一会儿洗了，晚上你就换上。咱们外面的衣服可以穿的寒酸些，里面贴身穿的一定要舒服。所以啊，我也给自己买了2个肚兜和底裤，你看好看不？看着那2个水蓝色的肚兜，水蓝色的底裤，还有他的大红底裤，挺好看的。我本来也想给你买别的颜色的，可别的颜色瞧的都太小了，你挺大的，我怕你穿不上，为了稳妥就给你买了这个。挺大？我倒是想问问哪里大。大不大？哪里大的问题，魏松自然是没问，因为魏红来了。魏红，魏兰的姐姐。我说堂弟，这家里来客了，怎么也不知道倒个水。涂小娇用家里的破碗倒一碗凉水，放在魏红的跟前。堂姐，喝水。看一眼那碗，魏红满是嫌弃。水我就不喝了，我来这里是给你们报喜的。报喜？魏兰可能要跟府县的3公子定亲了，我来给你们报个喜。那就恭喜堂妹了。魏红笃定魏松心里肯定伤心死了，因为魏松在魏家寄人篱下的时候，为了不被魏家赶出去，为了不娶涂小娇这个肥猪，几乎哭着求魏兰嫁给他的事儿，涂小娇不知道，但魏红亲眼所见的。堂弟，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最舍不得、最喜欢的还是魏兰，你娶涂小娇是迫不得已，你心里的苦，堂姐我都清楚。
可惜造化弄人，你跟魏兰最终是有缘无分。所以堂姐希望你以后啊，跟涂小娇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想着魏兰了啊。滚出去！你说什么？魏松不言，直接掀了桌子。甩脸子，这次够明显了吧？好你个魏松，你好样的！你给我等着！魏红怒气冲冲地离开。哼，下次见到他，看我不抓花他的脸。不用娘子，下次我来抓花他的脸。那不行，你是我的宝贝相公，我可不想你的手碰别的女人。这不是刁民，这是奸孽。如果我真的是那无脑又懦弱的魏松，可能早就被涂小娇给忽悠晕了。相公，你歇着，我去做饭。另一边，当魏红满是火气的将在魏松这里受的气对着魏兰说了之后，魏兰长叹一口气：唉，看来魏松对我真的是由爱生恨了。因为恼我没嫁他，他现在真是什么绝情的话都说得出来了。我怎么感觉魏松不是由爱生恨，而是确实烦呢？还有他对涂小娇一点没有不情愿或者被迫的意思，怎么看都是心甘情愿的。大姐，不如我跟娘说一声，就让我嫁给魏松吧。他都已经娶了涂小娇了，你又怎么嫁？只要娘答应了，让魏松休了涂小娇，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儿。你知道的，魏松自来最听我的话，我让他往东，他绝不会往西。那是之前，可现在我瞧着，他现在都是为了气我才说那些话的。只要我跟他说，他休了涂小娇，我就嫁给他。那么你等着看好了，他马上就会照着做，并且又会对我言听计从的。涂小娇可没那闲工夫探究别人的心思，她现在还在为生计发愁。我本想着卤点猪下水去卖，可这天实在是太热了，肉根本就放不了，所以还是等天凉了再搞这个。现在我想着搞点凉的去卖。凉的？娘子指的是什么？嘿，我等下做出来先给你尝尝。好。你等下帮我烧火。魏松点点头，心里极不情愿，但脸上丝毫不显。哎，对了，魏松，我今天给你买了底裤，你先去试试合适不？如果不合适，我明天再去给你换。好。吃完饭，涂小娇去厨房忙活，魏松去换了一下底裤，发现正好合适，合适的让魏松心情很是微妙。可惜魏松这满意只维持了一晚上。第二天起床，当看到自己屁股一片红时，魏松脸色顿时就不好了。你来月事了？涂小娇这话让本就脸色不太好的魏松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劳烦娘子将昨日起的旧底裤帮我取回来，我还是暂且穿旧的吧。行，这个新的再好好洗2次再穿。这厮很多时候瞧着特别好说话，可偶尔脸色一沉，身上的气场还是挺唬人的，让人不敢跟他嬉笑。咦，不知道哪来的王八之气。真没想到，与涂小娇成亲之后，最先见红的会是我。在这市井之中，真是什么稀罕事都遇到了。早上，涂小娇洗洗刷刷忙着做饭，魏松洗洗搓搓忙着自己红屁股。明明只是洗个屁股而已，看他那脸色，还有那一盆盆红色的水，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被淹了呢。魏松，来，你尝尝这个。这是什么？魏松拿起筷子吃了一口，随着挑眉。怎么样，好不好吃？酸辣爽口，味道不错。我拿这个去卖，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试试。说干就干，咱们这就走街串巷卖卖试试怎么样？走街串巷卖吗？不是直接去镇上摆摊吗？
现在大家都在田里抢收麦子，没什么人去赶集，所以我们直接去地头卖，可能更快一些。爽口又便宜的凉面来了，大家尝一尝看一看呐。这不是魏松媳妇吗？这么快就做起生意啦，嘿嘿，真是能耐呀。婶子见笑了，就是一点吃食，想着给我和魏松找个糊口的门路。婶子若是不嫌弃，先尝尝看味道。哎呀，这小媳妇的嘴还挺甜哈，那我就先尝一口。不过我也就尝尝，没得闲钱买。这样你们不会不高兴吧？哎呀，咋会呢？我先给婶子调点尝尝。涂小娇手脚麻利地将凉面调好递过去，周氏接过，没2口就吃完了。吃完咂巴嘴，有点意犹未尽。哎呀，魏松媳妇，你这也太少了，我都没尝出味道。婶子喜欢吃，得空你到我家，我给你调多少都行。只是我今儿开门做生意，我怕连着碗给婶子调，传出去伤了你的体面，说你占我们家便宜，到时候坏了你的名声，那可就是我这做侄女的错了。你这小子还真是娶了个厉害的媳妇。说完放下碗，一扭腰走了。去别的庄子卖吧。去别的庄子。过了饭点儿，大家都忙起来了。涂小娇和魏松2人坐在地头才开始吃饭。如果等下能卖个2碗，我们就去镇上给你买2条好一点的底裤。还没赚钱就要先花掉吗？该花的时候就要花呀，不能委屈了相公。魏松撇了下嘴，娘子对我真好。你是我相公，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其实不买也行。哎呀，买吧，不然我一直惦记你屁股。其实他除了有些厚脸皮，长得倒是不丑。要不这次买个绿的底裤，这样你可能就会成为天底下一个有双色屁屁的男人了，多帅呀！放屁！小娇，真的是你？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涂小娇的2姑涂大妞。想当初让涂小娇替涂小荷嫁给魏松，就是涂大妞给出的主意。刚才村里人跟我说，看到你拉着车卖吃食，我还以为他们胡说，没想到真的是你。哎，卖的啥呀？做一份出来，让2姑我帮你拿味道。2姑来的不巧，刚卖完了，等下次吧。我看你是根本就没想到过我这个2姑，但凡心里想到一点儿，那也会先做几份送到我家里，让我跟你姑父还有你几个老表尝尝。说着，涂大妞哼一声，哼，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真是一点都不假。这才刚嫁出去多久啊，就一点良心都没有了。这10里8村的人都知道你男人有病，你这家里有个病人，你还敢卖吃的啊？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到时候人家有个好歹，就都是你害的。所以啊，你还是听2姑我的，这吃食你就别卖了，免得膈应人。哎，涂小娇，你干啥呢你？我要压死你！涂小娇，你在说什么鬼话？等到你死了，姑父肯定马上就会娶马寡妇进门吧？只要他进门，就凭他的厉害和姑父的糊涂，你累死累活挣下的家业自然都成了他的，而你生的那3个孩子也会成为马寡妇的牛马，在家干不完的活，受不完的累。涂小娇说着，啧一声：“2姑这辈子真的冤呐，受了一辈子的累，哎呀，结果却是给马寡妇做嫁衣。”涂小娇，你给我闭嘴！闭嘴！原来2姑也知道闭嘴这俩字啊！既然知道，刚才对我说的那些歹毒的话，你怎么就张开嘴了呢？涂小娇说着，微微起身，又猛地压下去。2姑不要以为我是在吓唬你，我是真的想弄死你。反正我跟魏松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没啥怕的。你断我们生路，我就断了你的活路。更重要的是，你死了也就死了，有谁会为你讨回公道吗？是姑父会，我爹会，
还是你那3个半大不大、屁都不懂的孩子会啊？涂大妞想说都会，可想到那巴不得他死的男人，啥都不懂的娃子，还有涂大壮这个没啥情义的大哥，涂大妞眼前忽然黑了一下。所以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我和魏松就不劳你费心了。说着，涂小娇起身，二姑最好好自为之，不然我和小娇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其实也不需要做太多，就每天去姑父跟前多夸夸马寡妇，让他对马寡妇念念不忘也就行了。涂小娇，你真不是个东西。这话二姑可就说对了，我确实不是个东西，所以啊，二姑最好少惹我，不然我必然霍霍的你家宅不宁。好，你给我等着，等着！说完，涂大妞黑着脸，急匆匆地离开了。是为父无能，让娘子受委屈了。怎么会呢？在我看来，这10里8村的男人都没有一个男人能比得过相公的。娘子不用安慰我。没安慰你，我说的是真的。就凭我在舍弃那些冷漠自私的亲戚家人时，你不会大言不惭的说什么忍耐，不会批判我是非对错，而是与我统一战线，同仇敌忾。我就觉得相公是世上最好的男人。涂小娇说着，伸手握住魏松的手，仰头望着他。我们要做个有良心的人，也要做个有力气的人。我们要知恩图报，但绝不以德报怨，这就是我们做人的分寸。你看可好？好。那么敢问娘子，如果我们在地上捡到了荷包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站在原地等着还人家？等个屁！那娘子的意思是……先偷偷打听一下，如果是穷苦的可怜人，自然是要还的。但如果他是地主周扒皮的，还个屁呀！当然是要媚起来。哼，不但要媚起来，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偷他一把。听言，魏松不由笑了，然后看涂小娇从袖袋里拿出一个钱袋子。这是……我的二姑的。娘子真是好身手，好聪颖，好英明。涂小娇倒是一点不骗魏松，说给他买新的底裤就给他买。今天卖凉面赚的那点钱，全部都穿身上吃嘴里了。咱们每天赚点钱，每天往家里置办一些东西，慢慢的咱们肯定会好起来的。娘子下次赚钱想再置办些什么？先买2床被单，再买几条好的棉巾，再买几个鸡仔，再买只羊。等以后赚钱多了，咱们把房子盖了，最后再给你纳个妾，让他晚上伺候你，白天伺候我，想想都美呀。涂小娇说完，魏松的手放在他额头上，被魏松怀疑有病，涂小娇却是乐了。之后的日子里，涂小娇继续跟魏松走街串巷的去卖凉面，虽然没赚什么大钱，但是每天也进一点小钱。靠着这进项，涂小娇陆陆续续的给家里置办了不少东西。魏松、娇娇，你们在家吗？听到声音，涂小娇伸头朝着门口望了望，就看到赵铁柱和他娘走了进来。他们来做什么？赵铁柱的娘王秀对涂小娇可是一直很厌恶的，在王秀的眼里，涂小娇就是一坨屎，想染指赵铁柱这朵花，所以每次看到涂小娇在他家附近转悠，王秀就要大骂一通，什么不要脸，什么没脸没皮，骂的那是相当难听。现在王秀带着赵铁柱这个浇花儿子来做什么？哎呀，娇娇，你跟魏松都在家呢呀？我去烧水，你们说话吧。好。哎呀，娇娇啊，你男人真是够没礼数的，这家里来客了，他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王婶见谅，因为我跟魏松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都会带着礼物的，他看到王婶是空手来的，以为你就是来串个门，所以就没想那么多。娇娇，你
你这是在嫌弃我们没有带东西吗？娇娇，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么尖刻的人了？你过去明明很得体啊，对我娘也很孝顺的。原主对王秀可不是孝顺，简直是卑微。为了王秀能看上他，王秀无论怎么糟践他骂他，原主都不敢吭一声。只要王秀高兴，别说挨骂，就是挨打他都是愿意的。你们如果没事就请回吧，我跟魏松日子快过不下去了，正愁得很，想着去哪家借点铜板把日子过下去。王婶儿，我听说你家今年收成很好，你看能不能……哎呦，我们家也差不多，也只是勉强有口饭。说着，王秀急忙转移话题。哎，娇娇啊，其实我们今天过来啊，是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跟我商量，倒真是稀奇啊。娇娇啊，我想让你回娘家，跟你爹娘说一下，让他们呀把你妹涂二和嫁给我家铁柱。娇娇，你放心，等二和嫁过来，你也是我姐姐了，我一定会跟过去一样对你好的。是吗？我听我爹娘说，他们想给二和找一个身体壮实的人做女婿，不知铁柱公子身体如何？赵铁柱马上一拍胸口：哎，我身体自然是极好的。是吗？那我就先试试。涂小娇忽然抓起赵铁柱，对着他来了一个过肩摔。涂小娇，你个狗娘养的，你竟然敢对我儿子动手！你看我今天不撕了你的嘴！哎呦！话没说完，就被涂小娇给压在地上。涂小娇，你干什么呀？你给我起来你！你不是要撕我的嘴吗？我怕你够不着呀，特意离你近点儿。哎，来撕吧。铁柱，我早就说过了吧，涂小娇这女人是个嘴甜心苦的，她看着乖巧，其实满肚子的坏水，这会儿你信了吧？娘说的对，我过去真是看走眼了，没想到你涂小娇是这么不贤不孝又心狠手辣的人，亏我之前还那么相信她。涂小娇，你不愿帮铁柱撮合他和涂二和，其实就是心里还惦记着我家铁柱吧？王秀叹口气，语重心长：哎呀，娇娇，我知道你对铁柱的心意，可是现在你已经嫁人了，这再缠着他，传出去啊，你就是水性杨花，到时候呀，魏松这病秧子都要休了你。这女人要是被休，那可是奇耻大辱，是一定会被人戳破脊梁骨的。那时啊，这村子里你可都待不下去了。所以啊，就算是为了你自个儿，你也该使劲的撮合铁柱和涂二和。涂小娇听了，看了看王秀，然后从他身上起来。你想我怎么撮合他们？这其实也不难，只要你跟人说呀，之前看到过涂二和跟铁柱俩人在半夜里从玉米地里出来就行了。听言，涂小娇静默。半夜时分，孤男寡女从玉米地出来，这是告诉人们涂二和跟赵铁柱在玉米地打野吗？这时代背景下，这事儿足以毁掉一个女子。王秀这已经不是尖酸刻薄了，她想一个铜板都不花娶个媳妇儿，还是以让人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做人的方式。王秀这完全就是歹恶。而且呀，你这样也算是为自己出了一口气。这毕竟之前该嫁魏松这病秧子的可是涂二和，但是他却都推给了你，让你来受这个穷，吃这份苦。既然他不讲姐妹情谊，那你也不用讲啊，让他也吃点苦头，这是应该的呀。你放心，等到啊他跟铁柱成亲了，到了我们家之后啊，我一定替你好好的出口恶气，好好的收拾他。
涂小娇听完，看向赵铁柱：“你怎么说？”我觉得我娘说的对，让她进我们家，主要也是在为你出气。行呀，那我就照着你们说的做。说看到涂二和跟赵铁柱半夜从玉米地里出来。就在母子俩心里正满意的时候，就听涂小娇对着他们又来了句：“不只是这样，我还看到你们在玉米地里做一些两口子才能做的事儿。只是可惜呀，赵铁柱身体不行，浑身都软绵绵的，根本就立不起来。所以这涂二和现在还是黄花闺女，赵太监他有心无力呀。”涂小娇，你个毒妇，你怎么敢？我没什么不敢的，你如果不信，我可以现在就去做给你瞧瞧。说着，涂小娇起身开始大喊：“父老乡亲，大家快来看看呐！赵铁柱他想……”闭嘴！闭嘴！你给我闭嘴！你之前不是还说我跟你儿子不清不楚吗？那么如果我跟人说赵铁柱确实想对我做一些有的没的，结果却发现他是个不能人道的，你说我这样讲有没有人相信啊？我想肯定有吧。就算是有的不全信，但也没人愿意冒险把女儿嫁给一个无能的人，一辈子守活寡吧。涂小娇说着凉笑一声：“至于你们，到时候也是百口莫辩。要怎么去证明赵铁柱没问题？让他脱了裤子在村子里走一遭吗？”涂小娇，你怎么能这么恶毒？你刚才不是说我嘴甜心苦，心思歹恶吗？你没有看错，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啊，日后不要来惹我，不然我不好过，你们也一样别想好过。如果不信，你们可以试试。现在滚！王秀和赵铁柱自是没那么听话，两人当时就要动手，要找回场子，结果被魏松给扔了出去。就是扔，提溜着赵铁柱跟提溜鸡仔似的，直接把他给扔到了大门口。王秀大叫着追了出去，魏松当即把门关上，转身回到院子里。相公，你真是厉害，你真是好厉害呀！娘子嫁给我的那天，我就决定了要夫唱妇随。娘子不喜欢的人，我自然不会留情。相公做得好，从此以后咱们就是名副其实的雌雄双煞。晚上在魏松惹得翻来覆去有些睡不着的时候，涂小娇睡得迷迷糊糊的，还不忘过来关心他一句：“魏松，你是哪里不舒服吗？”“没有。”“是吗？那你怎么一刻都不消停？是睡不着，还是你是不是憋得慌？”听言，魏松瞬时睁开眼睛看向涂小娇，却发现涂小娇已经躺下又睡了。他刚才说的憋得慌，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尿，我不憋得慌；如果指的是别的，那憋得慌我也不能说。翌日当魏松起床，涂小娇早已没了踪影，用烧火棍上的灰在墙上歪歪扭扭地给他留了几个字：去镇上了。涂小娇不在家，魏松也懒得装什么贤夫了，躺在摇椅上漫不经心地望着京城的方向，心思不明，发呆，从早上直到傍晚。看着渐黑的天色，魏松不觉皱起了眉头。这么晚了，涂小娇还没回来，就有些不对劲儿。想想还没着落的晚饭，魏松起身准备去找人。堂哥，魏松，你瞎了吗？还是聋了？魏松不言，继续向前。魏兰疾步追上去。魏松，你看不到我吗？说完，看魏松还是不理会他。你是不是要去找涂小娇？他在哪儿？魏松，我知道，
你是为了气我才表现的对涂小娇在意的。不过就算知道你在意她是假装的，我这会儿还是很不高兴。会做饭吗？当然会。那走吧。说完，魏松转身回了家，看着跟着进来的魏兰。面和菜在厨房。你什么意思？让我做饭？不做吗？做就做。说着挽起袖子。我今天就让你看看，论做饭，我比那涂小娇强100倍。来，尝尝看，是不是比涂小娇做的好吃？魏松拿起筷子，夹起一根面条放入口中细细嚼着，在魏兰洋洋得意又饱含期待的眼神中，将嘴里的面条吐了出来。魏兰愣了下。滚！你说什么？站着不动在等什么？等我把你扒光了扔出去吗？魏松，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给我等着！魏兰说着，红着眼睛跑了出去。魏松看一眼那色香味俱无的面条，嘴巴抿了下，起身出门，朝着镇上走去。到镇上问了一些人，有见过涂小娇的，但是说她早就离开了。你是涂小娇的男人吧？你是不是在找你媳妇儿？大娘可见过她？老婆子点点头。我看到你媳妇儿被2个年轻的男娃给带走了。2个？那应该不是私奔了。我瞧着那俩男娃不存好意，所以你赶紧去找找吧。说完又补充一句，我看到他们带着你媳妇儿朝山上去了。魏松走到山脚下，看着眼前的高山，不想爬，太累。就在魏松在要不要去找涂小娇已做出决定的时候，哎，你就是涂小娇的男人魏松？我就是魏松，敢问几位官爷找我何事？何事？好事儿。为首的衙差说完，一抬手，带走。敢问官爷这是为何？到府衙你就知道了。走。魏松直接被丢进了大牢，还是死了。魏松，小娇，你怎么也在这里？你犯什么事儿了？没犯事儿，我看你天黑了还没回来，就出来找你，然后就被衙差带到这里来了。你呢？我去镇上买东西，回家的路上遇到我姑母家的2个儿子，他们强硬把我带到山上就跑了，然后我刚下山就被衙差给带这儿来了，说我杀人了。所以是你2个表哥算计我们？他们应该没那么大的能耐指使官府，他们至多算是走狗，幕后黑手应该是另有其人。都被关进死牢了，他脑子还能这么清楚，也是难得。不过涂小娇分析的倒是没错，县府这芝麻官虽小，但也不是涂小娇姑母家2个草民儿子能使唤的。所以现在是谁试图要了我俩的性命呢？依娘子之见，现在该怎么办？先静观其变吧。看涂小娇木木地坐着，良久不说话。娘子在想什么？想吃凉面、馄饨、鸡腿、鸭脖。这才半天的时间，人就观傻了？还是没傻，真的只想吃？夜里，涂小娇躺在杂草上，怎么也睡不着。相公，你睡了吗？这问题，涂小娇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次问了。开始魏松还好好的回答，后来就逐渐不吱声了。相公，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魏松没吭声，然后涂小娇自顾开始讲了起来。从前有个鬼，怕的你都缩成一坨了，竟然还讲鬼故事，是怎么想的？相公，你说我们死了，会不会有人帮我们收尸啊？魏松不想说话。其实有没有人收尸也没关系，反
反正我们都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要害怕也不是我们害怕，是别人害怕。你倒是心大。相公，你说如果我跟他们说我肚子里已经有孩子了，他们会不会放我们一马？魏松眼帘动了动。你肚子里有娃了？你在牢房里还不忘糟践我一次。哎呀，还是算了，我肚子里没有货，他们随便找个大夫来探个脉就知道了。撒这种谎对我也没啥好处。就这样，在死牢的第1晚，涂小娇因为心慌对着魏松一直不停地说，最后涂小娇甚至连怎么用月事带才不侧漏都跟他讲了一遍。魏松差点听笑了。本以为上辈子已经经历的够多了，现在方知我的人生还是浅薄得很呢。涂家村，当顾氏和涂大壮知道涂小娇和魏松被抓起来，已经是在3天之后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现在是魏家的人，跟我们没多大关系了，所以没啥好担心的。涂二和听了连连点头。就是，娘说的对，如果官府要找我们的事情，那早就过来了。娘，我听说涂小娇和魏松2人被判的是死刑，可能过不了几日就要问斩了。涂家长子涂大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沉默过后，涂二和开口：爹娘，涂小娇快被砍头了，那他家里的物件怎么办？我今儿个就去把东西给拉回来吧，不然再给别人弄走了，岂不是都糟践了？我们也不是要他东西，就是暂时给他保管着，如果他能回来，我们再把东西给他。就是，大哥说的对，而且，如果涂小娇跟魏松真被砍头了，那到时候咱们还得给他们收尸呢。哎，你们说的对，那一会儿吃了饭，你们就去把东西都拉过来吧。在牢房里待了几天，魏松还好，涂小娇却是不止瘦了2圈，不但腰有了，尖下巴出来了，连锁骨都开始若隐若现了。魏松，你看我是不是变好看了？娘子一直都好看。魏松，你说我们会被砍头吗？我也不知道。如果要被砍头，你还有什么遗憾吗？魏松没回答，反问：你呢？我呀，我遗憾可是太多了。咱们的房子还没盖上，顿顿吃肉的日子还没过上，你新买的底裤到底褪不褪色还没来得及知道。最后你的活到底好不好也没来得及感受。开始说的还是人话，怎么说着说着就开始犯浑了？魏松，不如我们2个在临死前把能做的事都给做了吧，好好痛快一下。闻言，魏松手不觉地捂住了自己的腰带。我听说没破身的女人死了之后怨气会非常大，所以我要保留我的完璧之身，等到死了之后变成厉鬼，找害我性命的人索命。魏松扯了下嘴角，如此新颖的复仇方式倒是第一次见，他还真是人死志气都还在。你也一样，保住自己的童子之身，等到死后跟我一样变成厉鬼，到时候我们就是雌雄双煞，雄霸四方。魏松心口鼓动，低笑。你笑什么？不信我说的话吗？自然不是，娘子说的任何话为父都没有怀疑过，为父只是觉得有些遗憾，因为我已经不是童子之身了，怕是不能跟夫人组成雌雄双煞了。你不是童子之身了？你跟谁睡了？是魏兰吗？不是他。诶，不是他，那是谁啊？涂小娇想了一圈，是东头的陈寡妇吗？我听说你之前给她挑过水，她为了回报你就以身相许了。不是。不是，那是。没有女人
是我的手。手？涂小娇愣了一下，就在魏松以为涂小娇不会懂的时候，来，跟我说说首夫人用了多少时间解决的？魏松，你出来。牢头大哥，我相公是无罪释放了吗？无罪释放？你是不是忘了你待的是死牢了？待这里哪里来的无罪释放？闻言，涂小娇脸色一变，不觉挡在魏松的跟前。所以呢，你让他出去做什么？能带他去哪儿？自然是菜市口。不行，他没犯罪，他是无辜的，你们不能带他走。他是没罪，但是你有罪啊！他来时在衙门画了押，他可以带你死。现在该行刑了。涂小娇木木地转头看向魏松。魏松，他说的是真的吗？不是真的，他胡说的，你不用信。都要死了，还挺煽情的。来人，带走。是。官爷，你们放了魏松，我有一件关乎县老爷前程的事要禀报。哟，还关乎县太爷的前程？哼，一个大字都不是一个的乡村野妇，还真是大言不惭呐！哼哼。涂小娇刚想开口证明一下自己不是目不识丁的人，就被衙差一掌劈晕了过去。走吧，你放心，既然你带他偿命，我们自然不会再为难他的。魏松没说话，看了涂小娇一眼，抬脚走了出去。等到涂小娇再次醒来的时候，从衙差那里就得了一句话：你男人已经死了，尸体被丢到乱坟岗了，你没事了，可以出去了。从牢房出来，涂小娇人都是晕乎的。涂小娇向人讨了几口吃的，有了力气，拔腿就往乱坟岗跑去。涂小娇与魏松感情并不深，如果魏松是意外死亡，涂小娇并不会这么难受。可偏偏魏松是为她而死，突然就欠了她一条命，涂小娇怎么能不难受，更是难以接受。魏松，魏松！扒拉着喊着，没有人会回应，也不能会回应。最后甚至连魏松的尸身都没找到，只找到了他身上那破烂不堪的衣服。所以是连尸身都被什么吞噬了吗？死鬼啊，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呢？等到涂小娇回到她跟魏松的家里，就看魏兰正红着眼睛在她家院子站着。涂小娇，你还有脸回来？你个扫把星，你个灾星，你害死了魏松，你怎么不直接在牢里了结自己？怎么还敢回来？就你一个人吗？不是我一个还能有谁？我一个骂你还不够吗？怎么会够呢？魏家应该全部都过来骂我才对，这样至少证明他们心里还多少惦记着魏松，还会为他愤愤不平。但现在只有魏兰一个，活着的时候魏松未曾被人温柔以待，现在死了竟也被人冷待。他活着的委屈，死的不值。我家里的东西都去哪儿了？这还用问吗？自然是被你那无良的爹娘给拉走了。真是没见过这么不是东西的人。你们还没死呢，他们就来搬空了你们的家，这不是咒你们吗？是不是在心里巴握着你们回不来？现在魏松死了，你说要怎么办吧？先把他下葬吧，虽无尸身，也希望他魂归故里，入土为安。不过说起来，魏松的故乡也并不在这里。魏松的本家知道他已经不在了吗？闻言，魏兰眼神闪了闪。自然是知道了，不过他们都很忙，无暇过来。所以你要给他立衣冠冢就立吧。其实
这些年了，相府那边根本就没有人问过魏松。据母亲说，相府那边把魏松送过来的第一天，就等于把他舍弃了。无论生死，相府根本没有人会在意。不过为了稳妥，魏松的死根本就没报给魏家，不怕一问，就怕万一被相府怪罪呢。涂小娇拿着铁锹，抱着魏松的衣服，转身出了家门。知晓涂小娇是去做什么，魏兰低骂了几句，最后一跺脚也跟了过去。立不起石碑，就先立一个墓碑，等到来日手里有点银钱了，再重新给他立吧。魏松不在了，你以后会改嫁吗？怎么，你有合适的男人要介绍给我？涂小娇，你还有没有良心？魏松才刚死，你就盘算着改嫁，你还是人吗？涂小娇没接着话茬。听说你再过几日就跟县府的公子成亲了。你要改嫁，我要成亲，你是不是非要他死不瞑目才甘心？你真不是个东西。魏兰说完，骂骂咧咧地走了。听说没破身的人死后都会变成厉鬼，你如果变成厉鬼了，记得来家里找我，我不害怕。坐了良久，涂小娇起身先去了涂家。涂家从他家里拉走的东西自然是要讨回来。小娇，我家的东西呢？在呢。你如果要，我明天给你送过去。记得全部都送过来，别让我跑第二趟，也别让魏松特意跑一趟。闻言，顾氏愣了下。魏松他不是，他还活着吗？他没了，但是如果你们想他，或想霸占他的东西，那么他也许会在晚上经常来看看你们的。说完，涂小娇对着身边的空气温柔地说句：走吧，相公，咱们回家。然后手牵着空气转身离开了。你看到了吗？看到啥？你看到啥了？就是小娇啊，她刚才牵着的是啥？你问我问谁去？天老爷哟，这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活了？离开顾家之后，涂小娇也没回家，而是去了她的姑母涂大妞的家。小娇，有话咱们好好说，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你有话就说，别在这里吓唬人，没人怕你。江福这话出，就看涂小娇跟鬼一样，咻的一下跳到了江福的跟前，刀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小娇，姑姑求你了，别乱来，千万别乱来啊！我问你，之前你跟江望突然带我去山上做什么？没做什么，就是想吓唬你一下。谁让你之前偷拿我娘的钱袋子？只是吓唬我一下。是啊，我们村上那个没娶上媳妇的二傻在山上等着，我们把你带上山上，让那二傻吓唬你一下，我们出口气，就是这样。但我们没想到二傻会死，你会被官府的人带走。让二傻在山上等着我，这可不是吓唬那么简单。那二傻可不只是傻，是又傻又饿了。平日里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扒女人的衣服，所以江福和江望这么做，必然也是存了歹心了。小娇，我知道你心里不是滋味，我也知道江福和江望两个人做错了，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了。如果你心里有气，你再把他们打一顿出气，但是他们真的没有想过会闹出人命啊！涂小娇没说话，江福和江望对他存了歹心是真，但是凭着他们的能耐，他们不敢杀二傻，更没能力指使官府的人。更重要的是，之前在牢房里，魏松对着县老爷说带他去死，县府就那样同意了。县太爷如果是那么讲道理好商量的人，那么他就应该去查明真相，就应该知道我根本没杀人，可他偏就没查，
既然县太爷不是那么好相与的人，为什么又要同意魏松以命换命的荒唐呢？涂小娇还需细细想想，包括如何回报江福和江望，她都要想想。只是还未等涂小娇想出个所以然来，魏家忽然来人了。不是魏家庄的魏家，而是魏松的本家。魏家本家来人，最先恐慌的就是魏松堂祖母家。管家老爷，三公子本来好好的，都是被涂小娇给害死的呀。涂小娇走到门口，听到的就是这么一句。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会让人查清楚的，用不着你多嘴多舌。是。周管家，三公子娶的那个泥腿子媳妇儿回来了。你就是涂小娇，是我们三公子的媳妇儿。我是。周虎皱眉，心里暗负。三公子不在了，可看涂小娇的样子，好似一点都不伤心。因为若是伤心的话，人应该是形容枯木才对，哪里会像涂小娇这样圆润平静。三公子既然不在了，你收拾一下东西，先随我回相府吧。这是老太爷的命令，你要服从。我知道了，那走吧。看涂小娇如此干脆，周虎对着随行的护卫道：我先行一步，你留下盘问一下三公子的死因再走，问仔细点，老太爷回去是要盘问的。是。涂小娇走了，那这些东西都不用再归还了吧？涂二和神色怔怔。涂小娇竟然能去京城，那是不是以后她都不用干活了，都有丫头伺候？不过有丫头伺候又怎样？魏松死了，她就是吃得再好，那也是寡妇。衣食无忧的寡妇跟吃糠椰菜的寡妇都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一样命苦。此时回京的路上，周全看着涂小娇，心里就一个感觉：年少绵软，好欺也。所以张口就是糊弄。这些年老太爷和三爷心里一直都惦记着三公子，本想着等他在乡下把身体养好就接他回京，不曾想竟然发生这样的事，实在是让人痛心啊。相公也一直惦记着家里的亲人，现在若是在天有灵，只想要回去跟家人团聚，也定然十分高兴。三少夫人说的是啊，真是好糊弄啊，竟然真的信了有人惦记魏松。这次会突然回乡接魏松，也是因为迫不得已。若非皇上忽然问起来，相府都快忘了这个人了。现在魏松死了，接涂小娇回去，自然也是别有目的。好巧，涂小娇回去也是别有目的。魏松或许是因为挡了相府一些人的路，所以才会被杀掉。按道理说，相府既然动了手，就应该是斩草除根，不应该留着我的。毕竟我杀人的罪名都已经出来了，杀我不过是顺手的事儿，为什么又放了我呢？敢问三少夫人可有什么擅长的吗？不瞒管家，我祖上是杀猪的，我会杀猪。这倒是别致。除了这个之外，还会什么？不怕周管家笑话，老一辈的人说我屁股大好生养，所以我应该还擅长生娃。可惜相公不在了，用不上了。敢问周管家，相公家里现在还有哪些人呢？三少夫人去了就知道了。魏家魏松的父亲是三房嫡子，当初因为怕被魏松克死，再加上魏松是姨娘所生，是庶子，他上面还有2个哥哥，
魏父不缺儿子，所以果断被魏松的父亲给送去了乡下。而这次涂小娇之所以会被接回京城，一来是因为魏松已经死了，那么他克不克父也已经不重要了，毕竟他已经没了。二来是皇上忽然问起了魏松，并因此点了魏老爷子，说他对子孙过于严苛薄情，缺少仁善之心，所以才会匆匆让人去接涂小娇，以彰显自己的慈爱，让人知道对魏松他一直惦记着的。母亲，那乡野女子是不是今日下午就到了？魏家二姑娘魏如珠问魏三夫人。周虎让人送信回来说今日就到了。本来咱们三房在老爷子跟前就没大房和二房得脸，现在又因为一个庶子惹得老爷子被皇上训斥，这以后咱们怕是更不得脸了。听到魏如珠这话，郭氏这心更堵了。母亲，等到那涂小娇进门后，先让女儿教教规矩如何？既然教就好好教，免得她来了以后丢了咱们三房的脸面。娘，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教导她。三夫人，二姑娘，三少夫人到了。现在人在哪？回二姑娘，现在被周管家带去见老夫人了。娘，走，咱们赶紧去看看去。当魏如珠和郭氏到老夫人的院子时，就看一个穿着锦绣绸缎的人正在地上跪着。郭氏察觉到异样，对着站在门口的丫头使了个眼色。三夫人，二姑娘，屋里发生什么事了？回三夫人，刚才三少夫人在拜见老夫人的时候放了个屁。听到这话，郭氏脑子里嗡了一声，怀疑自己听错了。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放什么？放了个屁，而且不是噗，而是噗噗噗砰。不是放了一个屁，而是放了一串连环屁。当时老夫人都不是吃惊，而是懵了。涂小娇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别人还没镇住她，她这一下子就镇住了所有人。魏如珠满是嫌恶道：哎呀，真是丢死人了，魏松怎么会娶这么个玩意儿？娘，那魏松是不是个瞎子啊？就是因为有魏松，祖父才会被皇上训斥，我们三房才会多这么一个丢脸的玩意儿，真是死了都不让人安生，让人想不到一点他的好处。屋外，魏如珠和郭氏满是糟心，屋内众人也同样是心情各异。最后还是大夫人萧氏率先缓过来，打破沉默。侄媳妇儿可是身体不适，若是实在难受，就让大夫先过来瞧瞧。涂小娇听了忙回答：回大夫人的话，相公过世后，我确实是身心俱伤，来的一路上都觉得心口酸胀，肚子也胀得厉害。周虎听了瞄了涂小娇一眼：你肚子胀，难道不是因为你吃的太多了吗？哎呦，侄媳妇受苦了。不过我现在已经好多了，自进了魏家，我一下子感觉身体舒畅了许多，所以刚才就让大家见笑了。无碍，我们都能理解。魏老夫人绷着脸，心里暗腹：都说人有两张嘴，但是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舒心是用下面的嘴说出来的。当时那动静，魏老夫人都担心她是连吸的稠的一块出来。母亲，不若先让她下去歇息一会儿吧。一直没说话的二夫人方氏开口了：李嬷嬷，你先带三少夫人回她的院子。是。当李嬷嬷带着涂小娇出来，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郭氏和魏如珠。三少夫人，这是三夫人和二姑，
见过婆母，见过妹妹。郭氏嗯了声，随着一言不发地越过涂小娇，走进屋内。少喊我妹妹，我听着膈应得很。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嫁给了魏松那个庶子，就真的把自己当魏家人了。我们跟你这个泥腿子，永远都不是一家人。魏如珠轻声一声，抬脚进屋，在从涂小娇身边经过的时候，还不经意地狠狠地撞了她一下。涂小娇被撞得一个踉跄，差点摔在地上。李嬷嬷就冷眼看着，三少夫人小心点儿，别再出丑了，免得又惹出笑话。是。走吧，我带三少夫人去你的院子。在李嬷嬷的带领下，涂小娇走了好一会儿才到地方，破旧、凌乱、潮湿，看起来像是荒废了许久的样子。李嬷嬷，您怎么来了？乔姨娘，这是三公子的媳妇儿，从今天开始，她就跟你一起住。所以她是魏松的娘？来的路上，周虎无意中提及魏松的生母就是乔姨娘。你就是松儿的媳妇儿吗？我叫涂小娇，姨娘日后喊我小娇就行。好，小娇。一个一无是处的，一个窝囊无用的，二人算是无用到一块儿了。魏家有这两人，也算是家门不幸。李嬷嬷带着嫌弃离开。李嬷嬷一走，乔姨娘猛地抓住涂小娇的手，望着她满脸急气。小娇，你跟我说说，松儿她是个什么模样？长得好看吗？她多高？人重是吗？她平日里喜欢吃什么？她还记得我吗？还有，她是怎么死的？回姨娘，相公长得很像您。真的？他个子很高，长得也极好看，心底也特别的善良，是个方方面面都特别好的人。听着，乔姨娘就哭了，哭得隐忍，哭得克制。所以这个家里他是连哭的资格都没有吗？听说魏松那短命鬼的媳妇儿来了，是在这个院子吗？我怎么不知道偌大的魏家还有这么破败的地方？声音传来，乔姨娘身体不可抑制地抖了起来，眼可见的恐惧。小娇，一会儿看到二少爷，你什么都别说，就站在我后面。魏松有个特别好的娘亲，可惜他永远无法知道了。二少爷。二少爷，他就是三房的嫡次子魏燕，也就是魏松的二哥。魏燕却是看也不看乔姨娘，直直地盯着她身后的涂小娇。你就是魏松那短命鬼的媳妇儿？魏燕，你不要太过分。不管怎么说，松儿他都是你的弟弟，你怎么能这样说他？哼，都说人之将死大变样，看来这话倒是一点不假呀。乔姨娘，你这是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所以对本少爷都敢大声说话了，是吧？看魏姨娘吓得直发抖，魏燕冷笑一声：哼，乔姨娘不是一直想要见魏松吗？既然如此，本少爷我今天就成全你，可好？送你到地府，让你们母子相见，如何？乔姨娘听了一时恍惚，竟觉得很不错。是啊，只要死了，也许就能见到我的儿子了，再也不用承受这些煎熬和折磨了，就能如愿了，也解脱了。二少爷，相公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乔姨娘能长命百岁，所以他大概不希望在地府见到她。你说的是真的吗？松儿真的想过我这个姨娘？
相公经常提到您，心里很想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一直好好的。松儿，还真是母子情深啊，真是让我感动呢。可惜乔姨娘这哭哭啼啼的模样，看着真是让本少碍眼。刘吉，把她给我关起来。是。刘吉领命，迅速上前，伸手就去抓乔姨娘。涂小娇眼疾手快，一把将乔姨娘拉开。三少夫人，不缺你少管闲事儿。这哪里是多管闲事？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二少爷这样怕是不大好吧？哎呀，你这泥腿子竟还对本少说教起来了，看来今天要先教教你什么是规矩。说着，魏燕2步走到涂小娇跟前，毫不犹豫地抬起手，对着涂小娇就是一巴掌。小不忍则乱大谋，我来这里是要查明谋害魏松的人是谁，不是来置气的。不要打他，不要打他，你要打就打我，不要打他。行，你去要求，我就成全你。在魏燕再次抬起手时，一道冷厉的声音传来：魏燕，住手！大堂哥。来人不是别人，正是长房长子魏毅，这个家的嫡长子、嫡长孙，在家里很有话语权。把手放下。大堂哥，你怎么过来了？祖父让我带三弟妹过去。说着，看到涂小娇红肿的脸颊，祖父前几天说的话，你可是忘记？没有。既然没忘，就管束好自己，行事注意一些，不要总是耍蛮耍横。我知道了。三弟妹，你随我来吧。好。魏毅带着涂小娇离开，魏燕狠狠地瞪了乔姨娘一眼。你给我等着，看小爷日后怎么收拾你。涂小娇跟着魏毅走出不远，开口：敢问大公子身上有药吗？闻言，魏毅停下脚步，涂小娇看着他：消肿止痛的药，我想擦一下脸。都说家和万事兴，我觉得让祖父他老人家看到我这样子不大好。涂小娇这几句话，一个善良醇厚的形象顿时就在魏毅的心里落下了。我身上没带，不过我屋子里有，你且在这里稍等一下，我去取来。好，多谢大公子。你不用这么拘谨，你是三堂弟的内人，所以日后就喊我堂哥吧。是，堂哥。魏毅点了点头，转身去屋内拿药。跟在魏毅身后的小厮轻声说道：大公子，这三少夫人虽然是从乡野出来的，但瞧着却也是个懂事的。现在在这个家里，不懂事是待不下去的。京城百里之外的庄园里，一身黑衣的凛妻看完手里的信，抬眸看着那小亭子里手执一杯酒、姿态慵懒的男人。凛妻思量了一会儿，抬脚走过去，恭敬道：主子。魏家派人把涂小娇接回魏家了，您看要不要派人盯着？男人静默良久。无需，他的死活跟本王无关，我并不想知道。听到自家主子这话，凛妻也不再多言，也没丝毫怀疑，因为在凛妻的心里，他家主子就是这性子，冷情冷漠，他无所谓涂小娇的生死才是正常。凛妻，主子，你吃过凉面吗？凉面，属下没吃过，主子可是想吃？罢了，本王不想吃。下去吧。魏家书房，孙媳涂小娇给祖父请安，祖父万福。起来吧。谢祖父。在自己家没那么多虚礼，坐吧。谢祖父。这些年
跟魏松在乡下生活的还好吗？回祖父，挺好的。虽然平日里也有些磕磕绊绊，但衣食不愁。我和相公都很知足。真的觉得挺好，不觉得委屈吗？魏松就没跟你抱怨过？这过日子哪有人没有受过一点委屈的？有时候跟人发生了口角，天还没吵赢的时候，心里也觉得又憋屈又委屈，连做梦都在撕那人的嘴。不过这种事儿一忙起来也就忘了，过去了也就好了。至于相公，涂小娇说着顿了顿，看着魏和忠，满是恳切。不瞒祖父，其实相公逢年过节的时候也曾抱怨过，为什么月圆人不圆，为什么他不能回来与家人团聚。不过抱怨过后就是愧疚，相公知晓自己的八字，他更多是在遗憾，遗憾他身为人子，身为人孙，却不能尽孝。是吗？那你呢？你觉得我们将魏松放到乡下，是否太狠心了些？回祖父，我和相公都能理解祖父和父亲当时的迫不得已，而且若论起来对相公的亏欠，我才是亏欠相公最多的那个人。想来祖父也知道，相公都是因为我才丢了性命，所以我这次跟着周管家回来，一是来向祖父请罪的，二是也希望祖父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带相公尽一份孝心，让他在天有灵，不会太过遗憾。涂小娇说完，书房内陷入沉默。涂小娇这一番话说的的确是有些妙啊，既实在又滴水不漏。他如果一点不觉得委屈，一点没有抱怨过，那就显得太假太虚伪了。但是他承认了，这就让人觉得很实在。他委屈抱怨过，又表示了理解，甚至连魏松的死他都揽在了自己身上。魏家只是苛待了魏松，而涂小娇却是间接的害死了魏松。如此一对比，魏家的错倒是显得不值一提了。所以啊，这心里不免舒坦了很多。我是这种感觉，想来祖父也是一样吧。良久，魏和忠叹了口气，开口：唉，你能这样想也是有心了。魏松若是在天有灵，也一定会很高兴的。祖父这样说，我心里一下子也松快了好多，所以恳请祖父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带相公尽一份孝心。你有此心，也是我们做长辈的福气。你只管安心住着，缺什么了少什么了，尽可对周管家说。是，多谢祖父。好了，你一路舟车劳顿也累了，早些回去歇息吧。是。他一走，魏和忠看着魏毅：你怎么看？孙儿以为能留能用。那就让嬷嬷好好教他几天规矩，之后让你母亲和你三婶带他出去走动走动。皇室不是点魏家苛待了魏松吗？那么现在就借着涂小娇的口，尽力去挽回一些。魏松过得好不好，魏家人远在京城不好说，但是涂小娇的话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涂小娇这样一个虽不聪明，但实在、单纯又容易感动的人，最是容易拿捏。好，孙儿一会儿回去就同母亲讲。说完，魏毅想到什么：哎，祖父，让祖母给乔姨娘与涂小娇换一下院子吧，那院子实在是太破败了，日后家里来了客人，万一瞧见了，岂不等于是坐实了咱们苛待魏松生母和妻子的事情了？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住？他们在柳姨娘住过的院子。听言，魏和忠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投井自杀的柳姨娘可以说是家里的禁忌，
他曾经住的院子，魏和忠还以为早就荒废了，不曾想竟然还有人住，简直是糊涂，糊涂。另一边，楚小娇回到那破旧的院子。小娇，你肯定累坏了吧？来，赶紧先回屋里歇歇。好。楚小娇进屋，看到的就是一屋子的残破。哎，小娇你别担心，这床是好的，我一会儿好好给你收拾一下。不用收拾了。还是收拾一下吧，不然躺着不舒服。不用，我们不会住这里，原因简单，魏和忠还得用得着我，表面上自然要过得去才行，不然刚才在书房，魏和忠也不会试探又打探了。乔姨娘、三少夫人，你们可在屋里？听到声音，乔姨娘慌忙走了出去。全嬷嬷，您怎么过来了？全嬷嬷，郭氏的心腹嬷嬷，在三房的后院，全嬷嬷可以说是除了郭氏之外最大的人物了。乔姨娘，夫人刚才下令了，要给你挪院子，所以你现在马上收拾一下东西，老奴带你和三少夫人去新的院落。去新的院落？是，夫人让你们去碧落院，那可是离三爷收房最近的院子了。到时候姨娘若是想见三爷了，一抬眼就能见着了，多好啊！所以说姨娘真是有福气，遇到夫人这样宽厚的主母，这若是搁别家啊，那可是盼都盼不来的。乔姨娘强撑着扯了扯嘴角。全嬷嬷，其实这里住着也挺好的。对于三爷，乔姨娘一点也不想见。见那薄情寡义的人做甚？时刻提醒自己多命苦吗？乔姨娘，这可是不稀罕夫人的好意。不，婢妾万万不敢这么想。乔姨娘慌忙道：婢妾就是觉得受之有愧。全嬷嬷听了，正欲说话，就看涂小娇从屋内走了出来。全嬷嬷，你稍坐，我和姨娘这就去收拾东西。姨娘，能遇到夫人这样的主母，这是咱们的福气。对，你说的对。此时大房那边，萧氏坐在软榻上。夫人，根据您的吩咐，老奴让人偷偷去查了一下，涂小娇见老夫人时喝的那一杯水，现在已经确定里面确实是被下了东西，所以这恐怕才是涂小娇当时出丑的原因。果然如此。不过夫人，您是怎么知道那水有问题的？我也不知晓，我只是猜测。我听涂小娇说话，感觉她并不是一个毫无分寸、不知羞耻的人，如此应该不会当众做出那种不雅的事。夫人真是敏锐，老奴可是丝毫也没察觉呀。哎，夫人，您说下药的人会是谁呢？还能是谁？除了方氏，不会有别人。季嬷嬷暗暗点头。确实，二房夫人方氏最看不惯的，也最厌恶的就是三房的郭氏。这些年俩人一直不对付，都在卯足了劲儿的跟对方找茬呢。所以啊，方氏在涂小娇的水里下药，想看三房出丑，真是一点也不觉得意外。二房跟三房不和，萧氏倒是乐见其成，不停的斗才能不停的犯蠢，越是这样越是能彰显他的稳重和大气。萧氏正想着，一丫头匆匆走了进来。夫人，奴婢刚听说老爷亲自下令给三房的乔姨娘和三少夫人换了院子住，这会儿三夫人正在差人收拾碧落院。这才刚见过，老爷子就下令给他换院落，这老爷子是单纯不想再被传出刻薄家人的坏名声，
还是因为老爷子对涂小娇整个人满意呢？走，去三房那边看看去。三房乔氏和涂小娇见到郭氏，谢过之后，乔氏坐立难安。郭氏对着他们开始哭。这些年，我们心里一直都在惦记魏松，每天都在想他吃得可好，睡得可好，生活可好。母亲惦记，相公心里一直在关怀，每天都在想家里人过得好不好，身体可康健，万事可顺遂。涂小娇这调调出，郭氏拿帕子擦眼泪的动作顿了下。可惜相公不在了，不然他现在亲眼看到母亲和长辈们都身体安好，一切顺遂，定然十分高兴。一把鼻涕一把泪，看着那鼻涕，郭氏直接哭不下去了。好了，不哭了，不然松儿在天有灵，知晓我们这么伤心，他走的也会不安的。母亲说的是。全嬷嬷忙让下人打了水过来，给涂小娇擦擦脸，免得膈应到了郭氏。魏松这些年都好吧？是，都挺好的。相公他不但模样生得好，心地好，他活儿也特别好。或是看出了郭氏的疑惑，涂小娇贴心的解释说明。这活儿不只是说他在地里的活好，床上的活也极好。刚走到门口的萧氏猝不及防的也听到了这么一句，当时就僵在了原地。听到涂小娇的话，萧氏犹豫再犹豫，最终生生没敢进去，又带着季嬷嬷悄然离开的了。夫人，这三少夫人还真是实在的很呐。屋内郭氏听到涂小娇的话，也是生生的缓了好一会儿。你们先回去整理整理东西吧，看有什么缺的少的就跟全嬷嬷说。母亲，我和姨娘刚才看了，屋里什么都不缺，母亲给准备的齐全的很，所以我就在这里多陪母亲说会儿话吧。我这会儿没空，我还有些事要忙，所以你跟乔姨娘回去吧。好，那我跟姨娘就先回去了。郭氏嗯了声，待涂小娇和乔姨娘一走，郭氏捂着心口就倒在了贵妃榻上。夫人，老奴去喊府医过来。让府医过来做什么？跟他说我被一个泥腿子的话给吓着了。虽然是事实，但是这种事实在丢人。哼，真是粗鄙的很，什么话都敢往外撂。全嬷嬷，你马上找个婆子过去，让她好好教教涂小娇规矩，告诉她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老爷子还想借着涂小娇的嘴为魏家证明。老夫人已经说了，这几天家里要办一场赏花宴，邀京中有头有脸的夫人和小姐来府里赏花，绝对不能让她丢脸。是，老奴明白，老奴这就去安排。夫人，三爷回来了。三爷，哎，这是又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还能有谁？就是魏松那媳妇儿。她怎么了？魏子豪不以为一个乡村小妇人敢惹郭氏不痛快，直到魏子豪听完涂小娇做的事说的话。找府医看过了吗？脑子没问题吗？脑子没问题，就是那嘴巴实在没个把门的。是吗？魏子豪说着起身。我去瞧瞧去。魏子豪去看了涂小娇，也就看一眼，瞧着还像个人，只要闭上嘴巴不说话，确定还能见人，魏子豪就直接离开了。见涂小娇望着魏子豪的背影发呆，乔姨娘不由就多想了。小娇，三爷只是看着温和温善，其实他本性并不是这样的。我会记住的。
姨娘，你先吃饭吧。老夫人那院的人刚才让我过去一趟，我先过去了。好，你小心一点。这一日，看着在小亭子里看书品酒的人，凛七欲言又止。有事就说。主子，有件事属下不知道该不该讲。所以呢，你准备让我自己猜？主子，最近京城有了一些传言，是关于魏家三房三公子的。据说这位三公子虽然八字不好，命又短又硬，但是他生得极好，床上活更是一绝。主子，下去。是。活好，主子这样也算是死后留名了吧？涂小娇，你可真是能耐。碧落院在涂小娇从老夫人的院子回来后，乔姨娘忙问道：小娇，老夫人她没为难你吧？没有，老夫人就留我吃了饭，听我说了会儿话就让我回来了。小娇，你有什么事一定要跟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姨娘你放心，有事我一定跟你说。关于这一点，涂小娇是真的没说谎，因为涂小娇连续2个恐怖故事讲完，老夫人好像3魂7魄都不全了。老夫人，要不再让府医过来瞧瞧吧？不用了，刚瞧过，再瞧也是一样。谁能想得到呀？这杀出的一来，方寸大乱，心慌气短的竟然不是他，而是我。李嬷嬷，你去家庙把佛像取来，今日就放床头。好，老奴这就去。你别去，让丫头去。李嬷嬷要留下，2人相互作伴，相互壮胆。明日你去告诉涂小娇，让她好好学规矩，没事不要到处走动，请安也免了。碧落院第2天，涂小娇与乔姨娘刚起身，全嬷嬷就带着一个婆子、2个丫头过来了。三少夫人，乔姨娘，这丫头叫桃子，这个丫头叫石榴，从今天起呀，她们就是你们院的了。奴婢桃子，奴婢石榴，见过三少夫人，见过乔姨娘。三少夫人，这杜嬷嬷从今天开始呢，就在这里教你学规矩。夫人希望你好好学，用心学，日后不要再让自己出丑，让魏家丢脸的事儿。好。转眼到办赏花宴的日子，大清早的郭氏就派人过来给涂小娇梳妆打扮。三少奶奶，梳妆好了，老奴带你去见夫人。郭氏看着精细打扮的涂小娇，不错。夫人，客人上门了，老夫人让您带着三夫人去迎一下。今天一定要好好说话，言行举止一定要有分寸。若是出了岔子，这家就没你和乔氏再待的地方，明白吗？说是交代，不如说是威胁。是，我一定好好说话。哟，姐姐，这就是你家三媳妇吗？长得可真好呀！可不，瞧着一点都不像乡下来的，像大家闺秀。宴会进行到一半，忽然一个夫人对着涂小娇就问了句：哎呀，三少夫人呐，既然三公子这么惦记家里长辈，那为什么不回来瞧瞧呢？是因为不想回来，还是因为不敢回来呀？唉，不瞒苏夫人，其实是相公自己不想回。听到这话，郭氏提着的心顿时放下了一些。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这魏三公子也并非是那么孝顺的人嘛。不，相公是个极其孝顺的人。
相公之所以不回来，皆是因为他身体自来不好，经受不住京城的寒冬。当初祖父和父亲将相公送去乡下，也是这个原因。闻言，萧氏眼帘微动。相公若是回来，身体根本就熬不住，到时候除了让长辈跟着劳心伤神为他担忧之外，没有任何好处。因此相公不敢轻易回来，长辈们也不敢轻易去接他回来。啊，是吗？那这么说的话，你是觉得皇上之前倒是错怪魏襄了？怎么会是错怪呢？哼，你说魏家是为了魏松的身体才把他放在市井乡野的，但是皇上却因此斥责了魏相苛待子孙，那这不是错怪又是什么呢？苏夫人这话说的实在是又大胆又阴损。苏夫人竟是这么想皇上的吗？涂小娇这话落，这下轮到苏夫人变脸了。我虽不如苏夫人见多识广，才华博学，但是我作为一个乡村妇人，却也知道皇上这么说是因为爱民如子。因为祖父虽然对相公多有牵挂，却因为公务繁忙又距离甚远，确有疏忽的地方，所以皇上担心他的子民受委屈，提醒我祖父有不周之处。我们心里只有感激和感恩，从未像苏夫人一样去质疑什么。说完，略带疑惑地看着苏夫人。敢问苏夫人，你怎么会心生质疑呢？萧氏看了心里觉得痛快，明面上却还维持着大家的体面。哎呦，侄媳妇儿，苏夫人跟你说笑而已，可当不得真。啊，我就说嘛，苏夫人堂堂官家夫人，见识肯定比我这个乡野小媳妇要广。说什么我质疑皇上，原来都是逗我玩呢。呵呵，自然是说笑而已，倒是没想到三少夫人当真了。苏夫人都提及皇上了，我怎能不当真呢？萧氏本以为在经过刚才的事之后，也就不会再有人上赶着找不痛快了。就在宴会要结束的时候，苏夫人的女儿苏巧巧非要拉着涂小娇比力气。三少夫人，咱们就比一下，看看你这乡村劳作的是不是真的比我们力气大很多。说完，不由分说的就去拉涂小娇。涂小娇不愿意，两人这么一拉扯，萧氏甚至没来得及阻拦，就听到一声响，涂小娇的衣袖被扯破，胳膊顿时就露了出来。露出来的除了胳膊，还有胳膊上那青青紫紫的痕迹。哎呀，三少夫人，你这胳膊上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多伤呀？没什么，是我不小心摔的。说完，涂小娇捂着胳膊对着郭氏说道：母亲，我去换件衣服。然后匆匆就跑开了。之后宴会上的人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涂小娇不知道，但她知道她的目的应该达到了。小娇，咱们是不是要先去夫人那里领罚？别担心，不会有事的。话没说完，一道声音传来：三少夫人，乔姨娘，大公子来了。弟妹，我是魏昭，是大哥。魏昭，三房的嫡子，魏松同父异母的哥哥。听说这位身体是真的病弱。大哥，是父亲和母亲让我来看看弟妹，敢问弟妹身体可有大碍？多谢大哥关心，我挺好的。啊，是吗？那就好。那个对弟妹不敬的教养嬷嬷，我已经把她发卖了，以后她都不会出现在你眼前了。多谢大哥。不过日后再有这种事儿，弟妹也无需有顾忌，尽可去告诉母亲，免得委屈了自己。好。这里面有伤药，还有一些银票，都是弟妹用得着的。多谢大哥。都是一家人，弟妹无需跟我客气。魏昭又关切了几句，方才离开。在这个家里，大公子是最为心善的一个，日后有他护着，你就再也不用担心被人欺负了。三房郭氏带着全嬷嬷到魏如珠的院子，
刚到门口，就听到了魏如珠的哭泣的声音。进屋就看到满地的狼藉。刚被老爷子训斥，魏如珠就敢大发脾气。如果传到老夫人或老爷子的耳朵里，魏如珠必然又会挨训。珠儿，你实在太沉不住气了。所以呢，娘是觉得祖父骂我骂的还不够，也要特意再来骂我一顿吗？娘怎么舍得骂你？你是娘的女儿，我疼你都来不及。你祖父让人接涂小娇回来的目的是什么，你也是清楚的。你就算是要收拾她，也该等到她为魏家证明没了价值之后。那时候你别说让丫头婆子羞辱她打她，你就算是想把她给发卖了，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娘说真的？当然，等过一阵子她没了价值，娘就把她交给你处置可好？郭氏说完又忙补充，不过现在暂时不能动她，像今天这样暗中让婆子让她受皮肉之苦的事也不能再做。还有，你现在正在议亲，凡事都要小心一些，没得为了一个泥腿子坏了自己的名声，到时候坏了自己的亲事。可是我看到他就觉得膈应。谁不膈应？所以再等等，很快就不用再看到他了。魏氏刚走，魏燕就来了。二哥，你手里怎么那么没脑子呢？魏如珠瘪嘴。好了，别气了，这口气二哥帮你出了。二哥有什么办法？你就等着瞧好吧，二哥一出手，准保你满意。可是娘刚才说……放心，我这主意娘听了也不会反对。说完，魏燕就走了。书房内，魏子豪跟魏昭也正在说话。他没怀疑什么吧？至少表面看起来并没有怀疑什么。你这话什么意思？父亲，俗话说人心隔肚皮，涂小娇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儿子也不能肯定。大爷，大公子，急急慌慌的，什么事？大爷，紧要的是，二公子对老爷子和老夫人说，他想精挑两房，想收了三少奶奶，给三公子留个后。简直胡闹！他现在人在哪儿？在正院。听言，魏子豪大步往外走去。魏昭坐着没动。大公子，咱们要不要也去看看？你说魏延要收了涂小娇的目的是什么呢？真的是给魏松留个后母？小的以为二公子怕是没这份善心。走吧，去看看。大公子。李嬷嬷去哪里？老夫人和相爷让老奴去喊三少夫人过来。去吧。涂小娇来的也很快。先坐下吧。是，谢祖母。小娇，魏松离开的突然，连个一儿半女都没留下。你还这么年轻，想到你老无所依，我们作为长辈也实在是于心不忍。所以你母亲和你父亲商议了一下，他们想让你以后跟着魏燕，让魏燕带魏松照顾你，不知你可愿意？您说的照顾是啥意思？是说以后他赚的银子都交给我吗？如果是这样，那多不好呀！他该交给二嫂，哪里能交给我呀？侄媳妇儿，你婆母的意思是让你以后喊二公子相公。叫二哥相公？这二婶，你是要说让二哥做我的小妾？小妾这两个字出，魏燕脸色就黑了下来。侄媳妇儿说话还真是有意思啊！你胡说什么？是二婶说。玄嬷嬷打断涂小娇的话，对着她简单的解释了一下。小娇，你心里怎么想的？回祖母，我不乐意。
侄媳妇儿为何不乐意？难道是瞧不上二公子不成？我该瞧得上吗？比模样，他比不上我相公俊朗；比性情，他不如我家相公温和；比干农活，他都不如我家相公会得多。包括八字，他都没我家相公的硬。在嫁给那么好的相公后，我现在谁也看不上，不只是二哥。涂小娇这一番话落下，屋内神色各异，有憋笑的，有憋气的。不过二哥吃的比我家相公多，他饭量好，而且他也比我家相公会花银子。我家相公他真的连一顿肘子都没吃过。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想到魏松一下就难受极了，哭着就跑出去了。魏昭垂眸无声走了出去，在走出去后听到了魏燕大呼小叫的声音。大公子，这位三少夫人倒是挺有趣的。是啊，真是有趣，所以竟让人看不出她到底是憨还是轻。一个真憨的人不会每次有事儿都那么刚好的全身而退。自从涂小娇入府之后，发生了多少事儿，他每一次他都安稳地度过了，难受的反而是别人。就凭这一点，涂小娇就不是一个没脑子的。但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好像也不是涂小娇这样。所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涂小娇，你给小爷我等着，我马上就让你跪在我跟前，求我收了你。听到魏燕明目张胆的威胁，涂小娇脸上满是困惑和忐忑，但心里哼，魏燕，该等着的是你。根据涂小娇这些日子暗中查探，涂小娇基本可以确定魏松的死跟魏燕有脱不了的关系，所以魏燕，咱们不妨试试，看到底鹿死谁手。庄园本来魏松从未想过涂小娇会来京城，想着跟涂小娇不会再有牵扯。自从知晓涂小娇将她的禽兽之名也带来京城后，魏松就开始让人暗中盯着了。主子，根据探查，涂小娇回魏家的目的好像并不单纯，她好像察觉到魏松的死跟魏家脱不了干系，所以大抵是奔着寻找凶手去的。魏松听了没说话，这也是魏松没想到的。不过他就算查到了凶手，想报仇怕也是很难。先静观其变吧。魏家兼挑两房的事，又让大房和二房的人看了乐子。郭氏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心里很是恼火。郭氏心里不痛快，自然也不想让涂小娇好过。他想了一晚上，想出了让涂小娇在家庙抄写佛经，理由是超度魏松，祝他下辈子托生到一个好人家。只是当涂小娇抄写的佛经送到郭氏跟前，又被老夫人看到后，这是字。老夫人第一次见到一坨一坨字，一笔下去一坨黑，一笔一坨黑。祖母，我没上过学堂，不识得字。不过不是说心诚则灵吗？我写的时候可是特别用心的，一点都没落下过。而且我在写的时候，在心里不只是为我家相公祷告，也为了祖母您祷告，求佛祖保佑您老人家身体康健，福如东海。你有心了，不过以后别写了。好了，这几天你抄写佛经也累了，回去歇着吧。祖母，我不累，我还可以再抄。哎，再抄，我怕你把我的命给抄没了。不用你抄了。涂小娇一走，老夫人脸色当即沉了下来。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会想起让他去抄写佛经的？母亲息怒，是儿媳疏忽了。好了，你出去吧。是。哎，这涂小娇真是，该行的不行，不该行的她又太行。想着，老夫人吩咐李嬷嬷：“你去告诉涂小娇，
让他好好梳洗打扮一下。一会儿我带他去姨祖母家做客。闻言，李嬷嬷愣了下。去薛夫人那儿。平日里老夫人对薛老夫人可以说是避之唯恐不及，怎么突然主动要去探望她呢？跟涂小娇说，让她再想几个可怖的故事，到时候好好讲给姨祖母听。想到可以让自己老嫡姐难受，魏老夫人心里就激动，迫不及待的就带着涂小娇出门了。小娇，那可怖的故事你真的还有？有，还有很多呢。祖母若是想听，我现在就讲给你听，保准比之前的更加可怖。不用，一会儿到了国公府，你讲给你姨祖母听，她特别喜欢听。行，记住，就讲那最可怖的。好。都说血浓于水，可在魏家，魏松就是跟他们毫无关系的人，没有人为他的离世感到伤心，除了乔姨娘。想了魏松一辈子，惦记了魏松一辈子，最后也没能见他最后一面，甚至在知晓魏松是待我而死时，也是在大哭一场后竭尽所能的想护着我。国公府薛老夫人听到禀报时，当时就冷哼了声。哼，他来呀，准没好事儿。齐嬷嬷，你去迎一迎。是，老奴这就去。大姐，好些日子没见了，您身体可好？劳你挂牵了，我这身体啊挺好的。倒是你。薛老夫人说着，上下打量了一下魏老夫人。这一阵子没见，瞧这气色怎么差了很多呀？哎呀，不过呀，这气色差也是正常的。白发人送黑发人，这魏松突然离世，我这姨祖母心里啊都难受得很呢。何况你这亲祖母了，肯定更不是滋味儿。看魏老夫人噎住，薛老夫人心里冷嗤一声，看向涂小娇。哟，这就是你那魏松的媳妇儿吧？晚辈见过姨祖母。起来吧，你去将我的装盒拿过来。待杜嬷嬷将装盒拿来，薛老夫人打开，从中拿出一个翠绿的玉镯，戴到涂小娇的手腕上。涂小娇忙推拒：姨祖母，这太贵重了。带着吧，算是我作为长辈送给你和魏松成亲的贺礼。多谢姨祖母。这还是他跟魏松成亲收到的唯一贺礼。小娇，你姨祖母这么疼你，你陪着你姨祖母好好说会儿话，我去溜达溜达去。去吧，好好溜达。就你这腿脚啊，现在不溜达，日后就溜达不动了。而此时另一边，国公府世子薛锦看着武安，再看看懒懒坐在摇椅上的魏松，怎么都不敢相信。你真的是进城？在这个世上敢直呼摄政王名讳的，除了宫里的太后之外，也就剩下薛锦了。进场看了薛锦一眼。8岁的时候你做错事儿，怕挨揍躲到茅房，又在你祖父去茅房如厕的时候偷摸的炸了一坨屎，喷得你祖父满身都是，想训你祖父个昏迷不醒，好躲过一场毒打。最后在快被发现的时候，是本王把你给藏起来，你才免于被打死。听到这话，薛锦顿时倒吸一口寒气，因为进场说的是真的，而这件事只有他们2个知道。还有，
你第一次去怡红院被吓哭？话没说完，被慌忙打断。别说了啊！我信啊！看薛简脸上明晃晃的迷惑和吃惊，魏松语气不咸不淡。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就如你们薛家，几十年的簪缨世家，长辈个个刚正冷肃，最后不也生了你这么个不着四六的玩意儿吗？听言，薛锦皱眉，想了会儿，眉头一松，笑了下。你说的倒是也没错，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世上不可思议的事儿真是太多了。薛锦已经不好奇进场为什么会投生到魏松的身上，而是开始好奇别的了。舅爷，您跟我说说，您这身体对比之前的，哪个尿的比较高啊？薛世子不愧是薛世子，无论什么时候言行都这么的出人意料。包括主子刚过世的时候说伤心，薛世子是真的伤心，这点绝对没人怀疑。但是不着四六，他是真的不着四六，所以才会做出每天去给主子烧小画本，不止烧美女图，还烧美男图的事。理由是怕主子在那边寂寞，可他烧这么多，就不怕主子在那边吃不消？吃不消才好。等我下去的时候，他身体就被掏空了，再比尿的高，肯定就比不过我了。带着这心思啊，薛锦给主子烧的东西更多了，有男有女，还有不男不女。不能想到薛锦做的事，我偶尔都恍惚，分不清他到底是敌还是友啊。魏松听到薛锦的问题，得空了，你可以跟我比一下试试。好了，别那么多废话了，我让武安带你过来，是有事要你去做。哼，我就知道，你跟我说这些，不是因为心里惦记我了，而是想让我做牛做马了。薛景说完，看魏松掀了掀眼皮，瞅了他一眼，那熟悉的眼神顿时让薛锦打了个激灵，就这一个眼神就足够了。爷，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尽可吩咐啊。要你做的事其实也简单。听着魏松的话，薛锦神色变幻不定。等到魏松说完，薛锦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破鞋，看已成过亲的残花败柳。眼睛不想要了？当然想要啊。说完，薛锦想到什么，对着魏松嘿嘿一笑。千岁爷，你记不记得按照辈分，魏家三公子可是还要叫我一声表哥的，所以你看话没说完，屁股上被狠狠地踹了一脚。哎呦，这怎么回事呢？这怎么不疼？武安，去给我摘掉他的舌头。魏松话落，薛锦哧溜跑了出去，不多会儿又看到薛锦的脑袋从门口伸了出来。虽然那个什么，但是你回来真好。薛家杜嬷嬷从外回来，对着薛老夫人道：老夫人，大娘子去送魏老夫人还有三少夫人了。对这位三少夫人你怎么看呢？才见一次，老奴也不好说，不过老奴瞧着不是个坏的，也不是轻浮轻贱的。唉，可惜了，还这么年少就成了寡妇。另一边，回去的马车上，魏老夫人看着涂小娇：你今天表现不错。真的吗？我一直担心自己会说错话做错事，到时候给祖母您丢脸。没丢脸，还长脸了。只要你能像今天这样，以后可以带你四处多走动走动，认识一下京城的高门夫人，这对你来说都是好事。
我是好事，还是对魏家是好事？多谢祖母，我一定好好表现，给魏家争光。两人各有心思地回到相府。涂小娇刚到自己的院子，就听丫头来禀报说二少夫人来了。二少夫人，也就是魏燕的媳妇儿，那个差点与我共侍一夫的女人。二嫂，请坐。哎，好，谢谢弟妹。弟妹，有件事我不明白，想来问问你。二嫂请说。就是相公要收你入房，你为什么不愿意？我为什么要愿意？因为相公他真的很好，你跟了他，他能护着你，能做你的倚仗，能让你生儿育女，这总是比你守寡到老了无所依的好。所以你想跟我共侍一夫？弟妹，你只管应下，别的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一定对你好，会护着你，绝对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董事连自己都护不住，都有受不完的委屈，还说什么护着我？多谢二嫂的好意，不过不用了。为什么？你是觉得相公不够好吗？二嫂这辈子想过再嫁吗？自然没想过，也不会想。我也同二嫂一样，虽然二哥很好，但是好女不是二夫，我也没想过再嫁。是我鲁莽了，希望弟妹不要见怪。我光想着同为女人，弟妹这么年少就没了夫婿，实在可怜，才会跟弟妹说这些，倒是没想太多。二嫂是一片好意，我懂。人心隔肚皮，董事到底是真好心，还是别有居心，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弟妹呀，其实我很羡慕你。羡慕我？我嫁入魏家已经3年了，可老夫人和母亲一次也没带我出门走动过，而弟妹才进门不足1个月，祖母就单独带着弟妹去了姨祖母家，真好。所以呢，二嫂这是在怪祖母和母亲偏心薄待了你？没有，我从来没敢这么想，我单纯的就是觉得弟妹比我争气，比我有本事，我从没想过是祖母和母亲偏心。嫂子太高看我了，我一个当众放屁的人，哪里来的本事？祖母和母亲也不过是看我少年丧夫，偏疼我一些罢了。董事离开后，乔姨娘从里间走出来，叹了口气：小娇，你刚才跟二少夫人说话是不是太冷硬了一些？其实她是个好人，也是可怜人。姨娘，你瞧着我是好人吗？你当然是好人。姨娘看人真准。二房董事院子，姑娘，三少夫人实在太过分了，你一片好心，诚心诚意地为她盘算考虑，宁愿委屈自己，也想为她博一个儿女双全，可她怎么能那样跟姑娘你说话？不怪她，这次确实是我自己太冒失了。姑娘，你就是太善良了。不过一个泥腿子，他哪里来的资格这么跟姑娘说话？不识好歹的东西。好了，秋实，别说了，让人听到了不好。在这个府里，可能最无用的就是我了吧。姑娘，以后不能凡事都只是想着别人，也该多想想自己。我只是想着大家都能高兴，那样他们才会喜欢我。可是我好像确实愚笨得很，所以怎么做都是错的。姑娘，主仆俩说着哭作一团。这一日是魏松的七夕，涂小娇到老夫人跟前，求得老夫人同意前去庙堂为魏松供奉一个牌位。老夫人同意了，并且还给了200两银票。涂小娇谢过老夫人，便带着石榴跟乔姨娘一起出了门。此时
正在同主持下棋的魏松吓得兴致正浓时，武安轻步走过去，附在魏松耳边：“主子，魏家三少夫人来了，要给三公子供奉牌位。”听言，魏松拿着棋子的手晃了下，落在棋盘上时就歪了。主持看了，抬眸看向魏松：“心乱了，就是不知道起的是什么心，色心、杀人，还是春心？”住持看了魏松一眼，魏松看了看住持，两人四目相对。施主要不要去看看？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看看外面那个冤家。魏松嗤笑一声，丢下手里的棋子，起身走了出去。看着魏松慵懒自在的步伐，住持和旁边的小僧打赌：“我赌他不敢过去，你呢？”回师父，小僧是出家人，不赌。说完，木着脸走了出去。赌？赌什么？次次赌，次次输，再输就要光着身子了。有时候都怀疑住持大师到底修的是什么，是修我们的佛像，还是我们的赌像？阿弥陀佛。在僧人的指引下，涂小娇为魏松供上了牌位。相公，希望你下辈子能托生到一个好人家，父母慈爱，对你疼爱有加。也希望你下辈子能娶到一个两情相悦，能与你相濡以沫的女子，相依相伴，平安顺遂地走过一生。涂小娇将魏老夫人给的银钱全部添了香油钱。唉，早知道银钱会花在这地方，当时就给他买不掉色的裤衩了。咦，你就是魏松的媳妇儿吧？你是？弟妹，我是你哥呀。啊，请公子海涵，我不晓得我在小灵关还有个哥哥。涂小娇话出，在隔壁厢房的武安肩头颤抖，一口水刚到嗓子眼的魏松闷声猛咳，薛锦的笑顿时僵在脸上，看薛锦瞪着眼睛不动不言，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了。公子，你还好吧？是睁着眼睛晕过去了吗？就在涂小娇准备伸出手探探他鼻息的时候，薛锦动了，眼睛盯着涂小娇问：“你真会说话，你嘴真甜呐。”弟妹，我是国公府的薛锦，论亲戚，我是魏松的表哥，你是魏松的媳妇儿，自然也得喊我一声表哥。你是姨祖母的孙子？我是你姨祖母的孙子，他时常因为有我这个孙儿而感到骄傲。弟妹，你来这里是？我来给夫君供奉牌位。这样啊，弟妹真是有心了。薛姐没稳住脸上表情，那异样，涂小娇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心头一跳，一下子就多想了。表哥，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我看到什么了？怎么，涂小娇这么快就看出来了？我泄露了吗？你是阴阳眼吗？是不是能看到魏松的魂？走，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薛锦带着涂小娇来到另外一间厢房，对着她满是肃穆道：“表妹，这件事我只跟你说。”你说。其实我偶然确实能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涂小娇听了凝眉，有些事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如我，不也是不可思议的从现代穿到古代了吗？所以也许薛锦真的能看到。所以你确实能看到魏松？能看到。表妹有什么想问的，尽可说。隔壁听到薛锦这问题，隔壁的魏松和武安不觉都竖起了耳朵。表哥，你能帮我看看魏松现在穿的底裤掉死了没？还有他现在瞧着是艳鬼还是冤死鬼啊？
一个都不在预想之内。薛锦听到涂小娇的问题也是愣了。怎么？可是看不出来吗？能看出来。薛锦对着眼前空气用力盯了盯，然后来了句：他没穿底裤。隔壁的武安低头，顿时不敢看魏松，也不敢再多听。你可是不信？如果你不信的话，我可以跟你说说他的特征。特征？他屁股上有一个红色的胎记。确实，他屁股上是有一块胎记。魏松这厮果然已经不是童子之身了。隔壁魏松脸色不佳。涂小娇是什么时候看上我的屁股的？是那次洗澡的时候，还是底裤掉色，屁股也被染上颜色的时候？不能想，一想全是糟点。武安，属下在。去把薛锦叫出来，少让他在那儿胡说八道。是，属下这就去。回去的马车上，涂小娇坐在马车内，很是沉默。话说到一半，薛锦被人给叫走了。涂小娇正想着，马车忽然停下，随着马夫难掩的惊怒和不安声，涂小娇抬手掀开车帘子，看到外面的6个手持长剑的黑衣蒙面人。三少夫人，怎么办？石榴，现在到你忠心护主的时候了。三少夫人，奴婢有心也无力啊。石榴，我相信你，拿出你的看家本领，让这些人好好尝尝你的厉害。三少夫人，你好好看看我有啥呀？奴婢甚至连胸都没有这些男人大呀，甚至都没有顺子的大。这时候该笑吗？实在不该。可是真的好想笑，但是也好想哭啊！死到临头，竟然还突然知道自己长了个大胸。他娘的，老子是来打劫的，不是来听你们唱戏的。这个时候他们要做的是跪地求饶，而不是在这里讨论他们的胸。听说你是相府的少夫人，我们寨主有些话想跟你唠唠，所以跟我们走一趟吧。可现在天色不早了，我该回府了，能不能改天再去？大哥，这小娘子真是天真好玩啊！她竟然觉得这事儿可以跟我们商量。你放心，等你见过我家寨主，跟他唠过嗑后，我们会亲自送你回相府的，敲锣打鼓，像是状元游街一样把你送回去，让满京城的人都知道你去我们寨子做过客。所以一定要去吗？对，一定要去。行，那我跟你们去，不过让我2个下人回去吧，让他们跟我家里人说一声，就说我去寨主那儿做客了，晚上就不回去吃饭了。怎么，想让他们回去通风报信？人不大，心眼子倒是不少，可惜你这心眼子是白费了。说完，为首大哥一抬手，他身后的小弟即刻上前，伸手就去抓涂小娇。石榴恐惧，顺子纠结犹豫的时候，一直人畜无害的涂小娇忽然动了，夺下距离他最近人手里的剑，随即抵在他的脖子上。小子，不想我划破你的喉咙，就给我小心点。剑抵着他脖子，手抓着他头发，直接把人给拽上了马车。顺子，走。哦，好，是驾。大哥，他们跑了。你他娘的，这还用你说？我看不到吧？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追！追呀！余下的莽徒开始猛追，只是他们的2条腿怎么能跑得过4条腿的？大哥，完了，大意失荆州啊！你丫头，只是看起来像个兔子，结果不是啊！后面的小弟喘着大气。大哥，现在怎么办？你说呢？你说怎么办？
你脑子不是最好吗？要不，咱们就说那个三少夫人跟刚才的李二一见钟情，两人干柴烈火私奔了。这样，那三少夫人的名声也坏了，他们的目的也达到了。私奔到他夫家了。这种事儿啊，也不是不可能。万一他就是想去夫家显摆一下他的奸夫，也人没绑到，自家人还先斗了起来。此时马车上，你个臭婆娘，你竟然敢对我！刚开口就见了血。再说一句，我阉了你！你敢！话落，那剑就到了他腿间。李二浑身一颤，顿时老实了。此时相府，萧氏和老夫人正在叙话，管家急匆匆的就跑了进来。老夫人，大夫人，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三少夫人从寺院回来的时候遭遇了绑匪。遭遇了绑匪？她现在人在哪儿？三少奶奶把绑匪给绑回来了。周虎，你刚才说的话我没听太清楚，你再说一遍。对，你刚才说谁把你绑了？哎呀，我怎么听得这么混乱呢？周虎也稳了一下自己的心跳。听顺子说，是他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莽徒。莽徒本来要绑三少夫人走，可是后来被三少夫人给夺了剑，反被挟持，然后三少夫人反把人给绑回来了。所以是涂小娇绑了绑匪，绑匪没能绑了他。是，就是这样。他是怎么把绑匪给绑住的？老奴也问了顺子，顺子说他当时只顾着慌乱，就感觉一眨眼的功夫，绑匪就落到了三少夫人的手里。母亲，我先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再来禀报您。一起去，我也看看是怎么个事。到底是莽徒太无能，还是涂小娇太凶悍？可再凶悍，她也是一个女人，她怎么能悍过莽匪？魏老夫人带着满满的疑惑到前院。小娇，你怎么样？没事吧？有没有伤着？祖母大娘，实在太可怕了，好多坏人呢！我差点就见阎王了，差点跟相公在地府夫妻团圆了。石榴看着也不由得跟着抹泪，心里安抚。原来三少夫人不是不怕，而是一直在强忍着呀。小娇别怕，现在咱们已经回来了，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了。这绑匪为什么要绑你？你问了吗？涂小娇摇头，没问。哎，为什么不问？因为我当时其实很害怕，我动手的时候本就是在虚张声势，在心里不停地默念把他当成猪，把他当成猪，这才敢反抗的。所以之后根本就不敢开口说话，一说话肯定就露了怯了，到时候他要反击，我肯定就不敢再动弹了。萧氏听了忙安抚，你做得对，做得对。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说不清到底是松了口气还是遗憾。因为萧氏下意识地觉得涂小娇这次差点被劫持，怕是跟魏家人脱不了关系。小娇，你也吓坏了，你先下去好好歇息一会儿，剩下的事你就别管了，祖母和我一定会给你做主的。好，多谢祖母，多谢大娘。萧氏直接让身边的季嬷嬷送涂小娇回去。周虎，把这个人带到魏昭那里去，让他好好审问一下，他为什么对我们相府的人动手。眼下府中只有魏昭一个男子，让魏昭去问好像也无可厚非。萧氏总觉得老夫人也是猜到了什么，所以才让魏昭去问的。
寺院，魏松坐在厢房内，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书，听完暗卫的禀报，不由得更沉默了。主子，您看要不要插手此事？你觉得需要本王插手吗？我就一护卫，我能说啥？我说不插手，那主子可能骂我人性残缺。但是如果说管，主子怕是又要说我多管闲事，没事找事。所以到底是怎么说都不对，刚才就不应该多余的问那一嘴。薛瑾现在人在哪儿？回主子，薛世子正在吃糠腌菜，给自己积攒功德呢。是吗？你带他过来一下。是。主子这个时候叫薛世子过来，十有八九没什么好事。好久没有一起切磋武功了，这会儿试试吧。魏松说完，不但薛瑾反应过来，对着他就一掌。师父，薛世子这是怎么了？如此嘹亮的声音，听着大抵是临盆了吧？小僧人听言，眼眸顿时瞪大，看小僧人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这并不是什么奇事，像你就是你的爹生的。我是我爹生的。小僧看看眼前的住持，又看看上方的佛主。都说出家人不打诳语，所以如果住持没说谎的话，那我到底是从谁的肚子里出来的？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定然不会怪我信口雌黄的。国公府一天不见人的薛瑾回来了，老夫人刚好找他有事儿，当即就让丫头喊他过来。当薛瑾扭捏着进门时，老夫人眉头当即皱了起来。怎么走路是这姿势？看着像是刚从净身房出来似的。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是被蹂躏了吗？我没什么事儿，就是去练了一会儿功。练功？你这是练的什么功？人家练铁头功，你练铁脸功吗？不是，反正也差不多吧。薛老夫人皱眉。祖母，你别看这武功看着不靠谱，但练了却是大有好处的。有什么好处？看自己的五官能不能摔到肉里吗？还是说能把自己的脸练成那铜墙铁壁？师傅说了，练这个能壮阳。祖母，我这也是为了咱们薛家的香火呀。薛老夫人太阳穴的地方一跳一跳的。哎呦，祖母，我要去如厕啊，我先走了。相府郭氏坐在软榻上，脸绷着。魏子豪脸色同样难看，盯着魏燕。是你找人在路上意图劫持涂小娇，毁她清白的，是吗？父亲，你怎么会这么想？我怎么会？别说不是你做的，这事儿是你哥亲自审问，那人已经承认了，说就是你让他们去掳了涂小娇，还让他们把她糟蹋了之后，再把她卖去怡红院的。别说这是你哥在冤枉你。燕儿，你说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哼，我真是没想到啊，你竟然会做出这种丑事来。所以呢，父亲要为涂小娇讨回公道，要为她做主吗？你个混账！我如果要为他主持公道，我早就把你送到祖父跟前了，又何必在这儿跟你说这么多废话？既然如此，父亲做事要大动肝火。我大动肝火是为他吗？我是为你。这些年你读书不行，习武不成，文不成武不就，为了你的仕途，我是想尽了办法。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眉目了，你却搞出这种事儿来。哎，你说
如果这事儿传出去，你的差事还能成吗？傻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给你父亲认错！儿子这次莽撞了，我一定好好反省，还望父亲不要生气了。三爷，燕儿已经知错了，你也消消气。我知道你心里对涂小娇不满，你想给她点颜色看看，让她吃点苦头，我也不反对，也不会拦着你。但你也要看时候，现在是你仕途的关键时候，你可不能因为她坏了自己的事儿啊。儿子记下了，下次行事前我一定谨慎。听到魏燕说下次行事，魏子豪眉头皱了皱，到底没说什么。三爷，那如果涂小娇问起来，我们要怎么说？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糊弄一个泥腿子这种事儿还要我教你吗？说完，魏子豪拂袖而去。碧落院乔姨娘正在给涂小娇做衣服，听到郭氏来了，心里顿时一慌，忙叫涂小娇：小娇，夫人一定是为你差点被劫持的事来的，等下你一定要好好的跟夫人说。只怕我愿意好好说，但郭氏却不愿意。夫人，快请坐。你们两个也坐吧。婢妾不敢，婢妾站着就好。坐吧，我不喜欢抬头看人，也不喜欢被人居高临下的看着。不喜欢被人居高临下的看着，那你死后你的棺材一定要竖着放才行啊，不然死后躺在那里被所有人居高临下的看着，得多难受啊。涂小娇，关于要掳你的人，你大哥已经审问清楚了。那人说你跟魏松曾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害了他家人的性命，他才会这么不依不饶的想毁了你。乔姨娘听了，脸色变了变，鼓足了勇气道：夫人，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三公子跟三少夫人不可能。什么不可能？郭氏打断乔姨娘的话，冷厉地看着她。之前他们在市井的时候，不就是因为伤了人性命，才会被谢府的人给关起来的吗？说完，还不忘训斥乔姨娘一句：哼，乔氏，你也是府中的老人了，连基本的规矩还不懂吗？主母说话的时候，你该插嘴吗？婢妾知错，求夫人息怒，婢妾以后再也不敢了。你跟魏松害死了人，现在人家找上门了要报复你，你自己说，你给相府添了多大的麻烦，惹了多大的是非。所以呢，这个时候该解释吗？需要解释吗？不需要，因为多余。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冤枉你的人有时候最清楚你有多冤。涂小娇垂眸，母亲说的是，我和相公给相府添麻烦了，以后我一定谨言慎行，绝对不再给相府添乱。郭氏一走，乔姨娘才敢从地上起身，望着涂小娇。没事了，还好夫人并未真的与你计较。跟乔姨娘说什么呢？什么都不好说。先吃饭吧。在吃饭时，涂小娇明显感觉到饭菜有一股子土味儿。涂小娇吃了一口，看向摆饭的婆子：怎么了，三少夫人？那挑衅从眉眼到言语，涂小娇还未说话，乔姨娘忙开口：没什么事儿，刘妈妈你去忙吧，这里不用伺候了。刘婆子应了声是，在走的时候又看了一眼涂小娇，鄙夷直接从眼睛里流了出来。你别多想，肯定是他们做饭的时候不小心掉进去了一点土，不碍事的，吃吧。我还不太饿，姨娘先吃吧，我出去走走。说完，涂小娇抬脚走了出去，也没四处乱走，就在院子门口溜达了会儿。三弟妹，大哥怎么在这儿？啊，刚吃过饭，四处走走。弟妹若是不介意的话，一起走走如何？好。弟妹可有什么想问我的？问什么？
关于那蟒图。啊，母亲已经跟我说过了。哦，是吗？弟妹就没有什么疑惑呢吗？疑惑什么？这件事是大哥亲自审问的，难道大哥还能帮着那些恶贼欺负我一个弱女子不成？弟妹说的是，我自是不能帮着恶人欺负自家人。哼，自家人？谁是魏昭的自家人？自然是郭氏和魏燕。那么谁是恶人呢？大哥说的是，咱们自然都不能帮着恶人。魏昭也笑了笑，正要说话，就听到拐角处一道尖刻的声音传了过来。三夫人跟那乔姨娘一样，都是窝囊废。今天去端饭过去的时候，我故意在饭菜里多撒了一些土，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怎么着？哎呀，刘妈妈你就别卖关子了，跟我们说说嘛。结果那三少夫人一口就吃出来了，但她也只敢看我一眼而已，什么都不敢说。那乔姨娘呢？那还用问吗？乔姨娘那窝囊废还怕我累着，让我赶紧回来歇着了。果然是窝囊废。这些声音传入耳中，魏昭看向涂小娇，涂小娇低下头，什么都没说，转身离开。散步，散步，这散得好啊！刚好就听到了这些刁奴编排的欺负他。如此一来，我该怎么好呢？是装聋作哑，还是清理掉这些刁奴？清理这些刁奴并不难，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关键是，魏昭看着身边的小厮石头，你说他是不是在拿我当箭使？拐角处的刘婆子跟两个丫头听到动静，当即起身走了出来。大公子。魏昭嗯了一声。就在几人忐忑不安的时候，魏昭却带着石头转身离开了。嬷嬷，怎么办？我们刚才说的话，大公子一定听到了。听到了也不要紧，大公子刚才不是什么都没说吗？所以很明显大公子不会为三少夫人出头。可是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什么事都不会有的。大公子，属下以为拿你当箭使这种事儿，三少夫人就算有那个心，她也没那个胆子做。没那个胆子吗？而且刚才在院子外也是巧遇，散步也是公子邀的他，还有那3个奴才，他也算计不到这么精准，也算不到他们会在那里会说这些。是啊，他也算计不了这么精准，也许一切就是巧合而已。大公子说的是。只是这件事我既然遇上了，你说我是管呢，还是不管呢？公子觉得心里怎么舒坦就怎么做。怎么做我心里都不舒坦。说完，魏昭静默了下，抬脚朝着涂小娇的院子走去。碧落院，小娇，来，吃点糕点吧。三夫人，乔姨娘，大公子来了。大公子，快请坐。好，我来跟弟妹说几句话。大哥有话请说。刚才刘婆子跟那2个丫头说的话，想来弟妹也都听到了。敢问弟妹想怎么处置他们？处置？涂小娇哪里有资格处置下人？特别是那刘婆子还是夫人的人，涂小娇若是把她处置了，那就是在打夫人的脸。大哥，俗话说得好，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刘婆子等人是否违了家规，要不要罚，自然也有家主说了算。我一晚辈，一切遵从长辈，遵从规矩。涂小娇这话说的可真是老实还是奸猾呀？石头一时竟是说不好。涂小娇明明受了委屈，但是不但没去告状，没去诉说委屈，甚至连罚不罚的也一切交给长辈，一点为自己讨公道的意思都没有。
看着厚道本分极了，但是那一句无规矩不成方圆又感觉别有深意。若是不惩治刘婆子三人，那岂不成了相府没规矩？弟妹，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特别的贼？啊，大哥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不过虽然没人说过，但大哥既然这么说了，说不定也是独具慧眼，也说不定呢。而后魏昭没再多待，便离开了。小娇，大公子刚才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啊。唉，小娇跟我真是太像了，脑子都不太灵光。我跟涂小娇才真的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乔姨娘这么想着，可在不多会儿后，就听一道惨叫声突然传来。姨娘，少夫人，奴婢去瞧瞧去。不多会儿，石榴急匆匆地跑了回来，对着涂小娇道：三少夫人，是刘婆子还有厨房的2个丫头正被小厮摁着打板子，是夫人下的命令，说他们对三少夫人不敬，害得三少夫人受了委屈，一定要狠狠的惩罚。乔姨娘听了大为吃惊。真的吗？相府折了3个下人，郭氏心里堵得很，倒不是因为这3个下人多重要，而是因为这事让郭氏觉得很膈应。夫人，薛老夫人和薛世子来了，老夫人请您过去一下。好，我马上过去。郭氏说着忙让全嬷嬷去喊魏如珠，记得让她好好打扮打扮，跟她说薛世子来了。是，老奴明白。郭氏的心思几乎相府上下的人都知道，郭氏希望魏如珠嫁入国公府，嫁给薛锦。薛锦虽然都说她挺混的，但是她身份金贵呀。魏如珠若是能嫁给薛锦，日后魏燕的仕途还愁什么？国公府稍微帮衬一下，魏燕就能在官场上走得一帆风顺。就是不知道今日薛世子过来所为何事？难道是来提亲的？哎呀，郭氏心里当即更加激动了，根本来不及等魏如珠就率先去了。听说魏松媳妇儿昨天差点出事，我这做姨祖母的心里挂牵，就过来看看。她怎么样？是不是吓坏了？老姐姐您惦记，我让大夫过来给她瞧了瞧。大夫说有些受惊，其他都好。那就好。妹妹如此疼惜小娇这个孙媳妇儿，也是她莫大的福气。姨祖母，我知道有个地方替人收惊特别的好，弟妹既然受了惊吓，不如让我带弟妹过去瞧瞧吧。行呀，锦儿有此心也是难得。魏老夫人说完，对着李嬷嬷道：去，将三少夫人叫来。是，老奴这就去。等到魏如珠打扮好，精致娇俏地来到老夫人院子，刚到门口就看薛锦走了出来，后面跟着涂小娇。表哥，两位好。薛锦一摆手，越过魏如珠，大步往外走去。这是怎么回事？薛锦怎么跟涂小娇一起出去了？先挑2房，不会是让薛锦挑了涂小娇这一房吧？另一边，涂小娇坐在马车上，对着薛锦道：表哥，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我不去叫魂也没关系的。哎呀，你对我不用这么见外，咱们都是一家人，客气着。说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涂小娇。怎么，你是不是还能看到？是，能看到。那他现在？他现在不在，不过我昨天晚上看到他了，他跟我说了些事儿。说的什么事儿？他说他洞房花烛夜大半夜都没歇着，是真的吗？涂小娇静默，看涂小娇沉默。
他在说谎，对不对？是在说谎。他不是半夜没睡，他是一夜没睡。薛锦听言，眼眸顿时瞪大。不但一夜没睡，还花样百出。薛锦神色不定。我是想探听一些事儿，但我真的没想到能探听到这么多呀。你说的是真的？自然是真的。还是说表哥是想听我描述一下细节？说着，涂小娇看着薛锦，表哥，咱们虽然是一家人，但总归不是一个屋里的人，所以你们京城的人是连这种事儿都可以细细说的吗？我们乡下人可没这规矩。薛锦没说话，他还未从一整夜没闲着和花样百出这2句话中缓过来。不过如果表哥真想听，那我不用，我就是随便问问，你不用细说啊，不用。薛锦心里腹诽，我是真好奇，但我真不敢多听呀。世子，三少夫人到了。弟妹，里面请。好。弟妹，这景致如何？很漂亮。是呀，很漂亮。这房子曾经是摄政王的院子，自然处处都是精致华美。摄政王？涂小娇呢喃。倒是听相府的人隐隐提起过，据说那已逝去的摄政王是个火眼汪一样的人，很是可怖。不过这些都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弟妹，你想不想听摄政王的事儿？只要你想听，我都可以告诉你。不瞒你说，关于摄政王的事儿，我可是知道很多。看着躺在摇椅上闭目养神的主子，武安欲言又止。有话就说。主子，今日薛世子带着涂小娇去了桃花院。薛世子给涂小娇说了不少主子过去的事。比如主子过去的种种恶行。除了恶行之外，他就没说点本王好的地方？回主子，没有。武安，你去见一下薛锦，好好跟他说一下本王身上的优点都有哪些。闻言，武安顿时愣住，脸上是掩不住的迷茫。怎么，莫不是在你心里，本王也是一个毫无可取之处的人？当然不是，绝对不是。在属下的心里，主子虽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也是一个十全九美的人了。是吗？既然如此，那你就把本王身上的九美好好跟薛锦说一下吧。是，属下这就去。刚才马屁是拍出去了，他现在真要说，该说些什么呀？摄政王的优点嘛，他除了姿色特别好，脑子特别好之外，还有什么呢？另一边，从桃花院出来，涂小娇坐在回相府的马车上，脑子有些木木的，脑子里全是薛锦说的关于摄政王的那些事儿，比如之前先帝有意给摄政王赐一门亲事，但是被赐婚的女子不愿意，说她已经有了心上人。本来呢，摄政王也没想过要答应这门赐婚，可那女子先他一步拒绝不说，还在朝堂上当着百官的面点评摄政王的人品，说他祸乱朝堂，心思阴毒，为人奸恶。那女子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说，在当时可以说是一鸣惊人，连摄政王都为他喝彩，说他口才了得，胆色过人。而为了向世人证明那女子说的对，也证明女人看人精准，摄政王毫不犹豫地把女人的表哥抬进了王府，为妾。摄政王以实际的行动证明，他确实如那女人说的那般，确实是心思阴毒奸恶之人。好巧不巧，那表哥正是女子的心上人。想到薛景说的这件事，涂小娇眼皮抑制不住地跳了跳，真特娘的邪性。三少夫人，
你说薛世子说的可是真的？你指哪一件？就是摄政王看中了郑国府的公子，说他是八字万国，要带他去战场。但那公子怕死，直接装病卧病不起，怎么都不愿去。后来边境连番取胜，郑国府还未松口气，摄政王就对着皇上说了句，说郑国府的公子的八字不是万国，而是不吉，他不在反而旗开得胜。这事儿是真的吗？谁知道呢？不过看薛瑾提及这件事时那个声色并茂，基本可以肯定应该是真的没错。而也就是因为摄政王的那句话，先帝对郑国府那一家子都不待见，若非有老爷子的功劳在，郑国府的爵位怕是都没了。想着，涂小娇心里啧一声，那男人真是无论嘴和心都是那么的毒，不是都说祸害1000年吗？摄政王这样的祸害怎么正值壮年就没了呢？只是这薛瑾带我出来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他跟我讲这些，确定是想给我压惊？怎么感觉像是想让我再次受惊呢？涂小娇刚刚踏进相府大门，就被带去了老夫人那里，说老夫人有事儿跟她说。等见到了老夫人，不由愣了下。啊，就一顿饭的功夫，老夫人瞧着怎么跟换了一副模样一般？小娇，你好些了吗？那个给你收惊的人，你觉得怎么样？他真的会给人叫魂吗？啊。受惊了。原来今日薛老夫人过来，除了探望一下涂小娇之外，最主要的是跟魏老夫人来个礼尚往来。前几日，魏老夫人带着涂小娇过去，让涂小娇给她讲了个可怖的故事，想让薛老夫人晚上也来个夜不能寐。但涂小娇因为收了薛老夫人贵重的礼物，所以就讲了个不痛不痒的故事。薛老夫人没受惊，可魏老夫人居心不良的意图，她还是知道了。如此，怎会饶了她？所以，今天薛老夫人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就带着那说书的先生上门了。所以，那故事讲得更是跌宕起伏，声色并茂。2个故事讲下去，魏老夫人就这脸色了。这边，涂小娇在回自己院子的路上遇到了魏如珠，看到魏如珠，涂小娇本以为魏如珠必然会为难她一下，至少也要说几句难听话，然没有。魏如珠只是对着涂小娇冷笑一下，即带着丫头离开了。郭公府此时，薛老夫人也在喝药，压惊药。所谓伤敌1000，自损800。老夫人，您今天真的不应该在那儿陪着听，那故事多吓人呐！我如果不在旁边听着，你以为顾二他会让那说书的把那故事讲完吗？根本不会。都说老小孩，老小孩，真的是一点不假。对了，薛瑾回来了吗？回老夫人好像还没有。他回来了，你让他来我这里一趟。说着，薛老夫人对着齐嬷嬷道：你有没有觉得这薛瑾对涂小娇的态度有些不太一样？不瞒老夫人，老奴也觉得是有点不同。薛瑾以疾弱冠，但却至今还未定亲。每次问他中意什么样的女子，有没有中意的，他也总是含糊其辞，没一句痛快话。这
这薛锦的喜好让人很是琢磨不透。他好像对女子真的没什么兴致。当然了，他对男人更没兴致。所以，难道他喜欢的是寡妇？老夫人，您看魏家三房的大小姐如何？她不行，性子浮躁，心思浅薄不说，关键是心术不正，脑子偏还不好。娶魏如珠这样的，倒是宁愿薛锦娶一个心思沉稳贤德的寡妇。那在薛老夫人这里已经被打上心术不正标签的魏如珠，正在与她的好兄长商量大计。哥，你这次真的都盘算好了吗？你就放心吧，这次准保万无一失，一定能让涂小娇这个泥腿子吃不了兜着走。就算传到宫里，皇上也绝对不会对魏家说一个二字，只会觉得涂小娇是自作自受，怪不得魏家对她心狠。如果是那样，可就再好不过了。你就等着瞧好吧。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动手？最后惹得老爷子心里不快呢？完全可以借刀杀人嘛。而另一边的涂小娇站在窗前，仰头望着天上点点繁星，眸色幽幽暗暗。魏燕、魏如珠，包括魏家的其他人，在这个家里容不下我的不少，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也许别人是选择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是我涂小娇选择先下手为强，现在就看谁棋高一招。翌日，魏昭正在自己的院子里看书，看府中下人不时地从院门口经过，在为魏老爷子即将到来的寿宴做着准备。大公子，大公子！听到声音，看郭氏身边的季嬷嬷急匆匆地跑来。大公子，二公子出事了，您快去看看吧。出什么事儿了？刚才二公子身边的小厮来报，说二公子在一品酒楼的包厢公然撕扯三少夫人的衣服，意图强占三少夫人。哎呀，现在正闹得不可开交。夫人得到消息，当时就晕了过去。求大公子赶紧过去看看吧，不然怕是很难收场啊。听完季嬷嬷的话，魏昭什么都没说，放下手里的书，快步往外走去。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这事儿一个弄不好，二公子和涂小娇都别想得好。首先是涂小娇，她一个女子被婆家哥撕扯衣服，无论原因是什么，她清誉算是没了，事后必遭人耻笑和并购。而二公子，他若是能证实是涂小娇勾引他还好，若是不能，一个欺辱王帝之妻的名头也足够二公子受的。日后别说前程似锦了，他还有没有前程都很难说了。想到此，石头就觉得脑仁疼。等到魏昭匆匆赶到地方，看到的就是涂小娇头发凌乱，身上带着血迹，站在2楼的窗户前，手持发簪抵着自己咽喉，凄凉一笑，然后纵身一跃，就从2楼跳了下来。魏昭脸色瞬时一变，急速飞奔过去，伸手要接，奈何终究是慢了一步。魏昭顺势蹲下。弟妹，别怕，我这就带你去医馆。涂小娇摇头，满是虚弱。不用，我没大碍，我是自己脚下打滑，才不小心从上面掉下来的。还有，刚才在厢房也是我自己行为不检，二哥没有强迫过我，是我自己不好。将二公子带去刑部，请刑部大人严加审问。若是二公子真的对三少夫人做了失礼的事，那么魏家绝对不会包庇姑息。石头听言愣了下，急忙朝着2楼的厢房跑去。昭不再多言，抱起涂小娇朝着医馆走去。走的时候
还听到魏燕在叫嚣：“不是我是被他算计的。涂小娇那个心思歹毒、浪荡不检点的贱女人，你给我等着，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只是落下一个恶名而已，但能为魏松讨公道，很值。想着，涂小娇抬眸看向魏昭，不能失败。魏家害死了魏松，我又怎么可能容许他们心安理得的安享富贵？不可能。察觉到涂小娇的视线，魏昭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四目相对。涂小娇忽然对着魏昭笑了下：“涂小娇，你最好不要。”话没说完，涂小娇忽然伸出手，手落在魏昭的后颈，拉下他的头，然后在他嘴角亲了一下。涂小娇这一举动顿时惹得行人一片惊呼。魏昭看出了涂小娇的居心不良，但是还是错估了他的胆子，一时心跳不稳，乱了分寸，脚下一个踉跄，手一松，涂小娇就掉在了地上。大哥，我是一个丧夫之人，我不配得到你的垂怜和喜爱，更何况你还是我的夫君的哥哥，我们这辈子更不可能在一起了，所以你没有必要为了我跟二哥反目，我不值得。在行人的注视下，魏昭缓缓在涂小娇跟前蹲下。弟妹可真是好手段。涂小娇听了，看了看魏昭，然后白眼一翻，晕了过去。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更听不到，我晕了。王八念经，不听不听。看到涂小娇来这一出，魏昭几乎气笑了。世上怎么还有这样的女人？不过此时魏昭也可以断定，涂小娇进魏家不是为了贪享富贵，她是为魏松来的，为替魏松报仇。看着晕死过去的涂小娇，转身请求走过的人：“这位大嫂，能麻烦你帮我扶弟妹去医馆吗？她自从我三弟去世后，人就逐渐的糊涂了，这时好时坏的，还不知道下次发作会是在什么时候，所以我必须尽快送她去医馆。只是我身体也自小病弱，这会儿已经没力气了。”涂小娇悠悠转醒，然后对着魏昭缓缓吐出一句让魏昭几乎失控的话：“大哥，你说我腹中的孩子还能保住吗？”他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魏松的？魏延的？还是……夫人看了看魏昭，心里满是猜疑。魏昭脑仁直跳，也正要说些什么澄清一下的时候，就看涂小娇白眼一翻，再次晕死了过去。等魏昭勉强忍耐到了医馆，不待大夫多问，魏昭立即开口：“劳烦大夫先给他探探脉吧，看看他腹中孩子可好。”在魏昭看来，涂小娇根本就没身孕。大夫按着涂小娇的手腕，少时给出诊断结果：“魏公子，根据脉象，夫人已经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只是脉象不稳，她腹中的孩儿怕是保不住了。”这答案完全在魏昭意料之外，不由得就愣了愣。竟然真的有身子了，这怎么可能？不过这孩子是谁的倒也清楚。涂小娇来京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但是她腹中的孩子已经1个多月了，足以说明这孩子跟我没什么关系，是魏松的。但是也因为这个，还是魏燕，一个害死庶弟1父子的罪名，怕是跑不了。想到此，魏昭看着涂小娇，眸色幽暗。涂小娇是不是已经知道魏松的死跟魏燕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宁愿自损800？不，他已经不是自损800也要伤敌1000了，他这完全就是在跟魏燕同归于尽了。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事情以飞快的速度传播着，当传到魏松的耳朵里时，魏松当时正在品茶，一下子就没绷住，茶就喷了出去。
喷得老远。好，真是好，涂小娇她可真是有能耐啊！什么都不用我做，就能让我又当禽兽又当爹。魏松看着武安道：有喜了，然后呢？武安绷着脸：回主子，然后孩子怕是保不住了。很好，眨眼又让我断后了。所以刚才喷出去的是水吗？不，喷出去的是我的儿女。就这么一口水的功夫，连味儿都没品出来，这当爹的资格又被取消了。主子，如果涂小娇腹中的孩子真的是因为胃炎没有的，那么属下今日就去剥了他的皮，谋害小主子，剥了胃炎的皮，都算是轻饶了他。小主子？哼，我连涂小娇身上身下是大是小都不清楚，又哪来的小主子？哪儿来的？全靠涂小娇凭空捏造。所以现在该如何是好呢？魏松抚着下巴若有所思。要不来个死而复生？因为孩子没了，我在地下期的仙官复活了。主子，现在该怎么做？您吩咐。先静观其变吧。武安听言愣住，满是不可思议地盯着魏松，确实觉得不可思议。要知道在过去，别人伤魏松根头发丝，他都要给人用个刑，而现在有人伤了他根儿，他竟然要静观其变。难道是这阵子在寺院待得多了，真的开始改过向善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主子这性子，有一天他蹲着尿都有可能，但是改过向善绝对不可能。相府郭氏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好一会儿郭氏才回过神来，呢喃：燕儿坐牢了，昭儿被非礼了。说着尖叫一声，眼睛一翻就晕死了过去。相府其他的主子听到这消息也是又惊又懵，魏老夫人头皮都麻了。人呢？现在涂小娇和大公子人呢？老夫人别急，周管家已经带人去接他们了，想来很快就会回来。快去把我的压惊药拿来，我先吃点儿。马车上，魏昭和与涂小娇相对而坐，良久，魏昭开口：值得吗？什么值得吗？亲你那下吗？坦白说，不值得。除了扎嘴之外，还有一股子药味儿。涂小娇，我不曾记得得罪过你，你又为何处处跟我过不去？是我处处跟你过不去吗？难道不是你主动凑上来的？今日事你不站出来，本没你的事儿，但你偏要站出来，难道不知道闲事难管？既然非要管，又何必在这里抱怨？装了这么久，终于不装了。大哥你呢？在我跟前装了那么久的温和善良，这会儿怎么也不继续装了？今日事关系魏燕，关系魏家，我不该管吗？当然该管了，只是你管好了吗？涂小娇，你回魏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说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非礼大哥，你信吗？你回魏家是为了魏松，对吗？因为魏家对魏松不公，所以你要为他讨回公道。大哥想多了。还有，我相公已经不在了，你为什么还要把事情往他身上安呢？今天的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今日事是魏燕对我无礼，又害得我失去了孩子，你该说的是魏燕多恶毒，而不是其他。为魏松讨回公道，那今日事不就成了我蓄意报复？魏昭这套我不钻，我从未想过报复谁，所以今天的事就是魏燕在作恶，只论魏燕的恶。如此，我倒是想要看看，就这事儿，魏家怎么应对。涂小娇到相府时，郭氏和老夫人都做好了盘问他、惩治他的准备。
结果还未等他们行动，魏老爷子直接就派人将涂小娇给关了起来。原因也简单，不想郭氏再闹腾，再生出事端来。郭氏失去了对涂小娇打骂的机会，心里憋屈的不行，在房里大哭了一场。书房内，魏和忠脸色铁青。祖父，暂且先把魏燕送出京城吧。我已经跟你大堂哥说了，今天晚上他亲自带人把魏燕送出去。那就好。说完，祖孙俩相对沉默了会儿，最后魏和忠忍不住地盯着魏昭的嘴巴看了一眼。魏昭嘴巴抿了下，随后起身。祖父，我先回去歇息了。在府中许多人都想咬死他时候，涂小娇望着天上明月，心里没由来的有些落寞和伤感。之前魏松在的时候，涂小娇并没有多大感觉，可等到他没了，涂小娇才发现，在这个世上，他是他唯一可想念的人。涂小娇正伤感时，忽然一道黑影翻过窗户来到了他的屋里。深更半夜翻窗而来，是谋色还是害命？涂小娇，别怕，是我。闻声，涂小娇眉头皱了下，声音很是有些耳熟。是我是薛锦，你表哥。表哥深夜造访，有什么事吗？我听说你出事了，来看看你。弟妹，你还好吧？还好。若是表哥没事的话，就请离开吧。薛锦却是站着没动。弟妹，我带你去看看大夫吧，我认识的有御医给妇人家保胎特别有一手，我带你去看看啊，也许还能保住。没想到还有人会在意我肚子里的孩子。看涂小娇不动，薛锦皱眉，正琢磨着强硬带她去看御医，就听到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传来。去，先躲到柜子里去。为啥？为啥？这不废话吗？三更半夜孤男寡女被人看到满身是罪也解释不清。涂小娇当机立断抓住薛锦的手腕，将他带到柜子前，打开柜子，将他给塞了进去。老实待着，别乱动。这边柜子门关上，房门就随着被打开了。魏和忠走进来，后面跟着几个人，抬着一个架子，架子上躺着魏燕。看着双眼紧闭，明显处于昏迷中的魏燕，涂小娇嘴角轻勾了下。魏燕突然昏迷，是你做了手脚，对吗？魏燕从昨日到进到刑部大牢，一直在发脾气，一口水一口饭都没吃，但在魏毅去接他的时候，却突然吐血昏迷。大夫给探过脉之后，说是中毒。此时看涂小娇不说话，魏和忠声音低沉：你别不承认，我知道是你做的。我没有不承认，像祖父说的那样，确实是我做的。不得不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魏家都不是心地善良重情重义的，而我刚好也不是，所以我嫁这个家真算是嫁对地方了。这话实在是难听。涂小娇，你怎敢如此说话？我说的哪里不对吗？魏家不是一直都是如此吗？自私自利，寡情无义，只讲利益。放肆！放肆！相爷这话不觉得可笑吗？在这个家里，最放肆的人应该不是我吧？怎么相爷偏揪着我不放呢？还有，在这个家里，最无情无义的不也是另有其人吗？比如魏子豪，但凡他有一点心，也不会在魏松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就狠心将他抛弃。虎毒尚且不食子，但你们作为长辈，有哪个把魏松当作骨肉至亲了？哼，自己绝情绝义是作贱，哪里来的资格来向我问罪？你应该知道，当初魏松会被送走，那是因为……我知道，说他克父嘛。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魏子豪走啊？怕死的是他，要躲也该他躲出去。
质子何其无辜，你们却让魏子豪一个壮年人留下来安享富贵，让一个襁褓之中的孩子出去受尽苦难，相爷还真是教子有方，治家有术。魏和忠盛怒：你知道什么？当时子豪正在仕途关键的时候，怎么能？所以呢，现在他的仕途上有什么建树吗？一句话直戳到了魏和忠的肺管子。看来在这个家里，相爷是用优胜劣汰的准则来治家的。既然如此，涂小娇抬了抬下巴，指了指架子上的魏燕。这个连我都斗不过的废物，相爷也该像抛弃魏松那样，直接把他丢出去才对。为何要抬到我面前来啊？涂小娇说完，不等魏和忠开口，还有，魏燕是魏家的血脉，难道我肚子里的孩子就不是魏家的血脉了吗？魏燕只是中毒了，但我的孩子却是没了。相爷要问责，也该是向魏燕问责，毕竟他的罪更重，不是吗？涂小娇，你还年轻，你还不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和治理一个家的难处。你为了魏松抱打不平，意气用事，我也能理解。罢了。魏和忠叹了口气，似妥协了一般。你把解药拿出来，这次的事儿我就当作没发生过，不予追究了。不瞒相爷，我也想算了，可惜怕是算不了。你什么意思？我已经给了台阶，也给了你机会，聪明的话就该接着，不要太不知道好歹。相爷不如去问问魏如珠，看她都做了什么。闻言，魏和忠蹙眉，盯着涂小娇看了一眼，然后大步往外走去。把人抬走，留在这里我会弄死他。这话未免说得过于直白，下人不敢迟疑，急忙抬着魏燕离开了。当屋内静下来，柜子门打开，薛瑾颤颤巍巍地从里面挪了出来。那表哥就赶紧回去吧。行，那我先回去了。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派人到国公府告诉我一声。涂小娇点头。薛瑾抬脚往外走去，走到门口停下脚步，神色肃穆地看着涂小娇，认认真真的安慰：别伤心，你还年轻，好好养身体，日后孩子还会有的。说完，薛瑾带着对自己的赞赏飞身离开。孩子日后还会有的，他是不是忘了我现在已经是寡妇了，再怀孩子靠什么怀？靠爬墙还是靠再嫁？薛瑾可能真心想安慰我，不过也真是安慰到了，因为确实有点想笑。另一边，魏和忠也没耽搁时间，直接去了魏如珠的院子。魏如珠本就怕魏和忠怕得很，所以魏和忠一沉声说话，魏如珠就吓得直哆嗦，当即把他和魏燕的盘算都交代了。先被轮，再弄残，再把魏松的尸骨挖出来，让涂小娇与那尸骨团聚。等等，魏如珠说完，魏和忠脸色几经变幻，看着在他跟前瑟瑟发抖、胆小如鼠、手无缚鸡之力的孙女，魏和忠怎么都不相信他能想出那么恶毒的主意。此时，魏和忠心里最难忍受的不是魏如珠意图对涂小娇做的恶，而是魏如珠敢做这种事，就是在毁坏魏家的根本，是对他威信的挑衅。好，真是好呀！我自以为在这个家里掌控了一切，不曾想倒真是自以为是了。周虎，老奴在。去把三爷和三夫人都给我喊来，让他们看看他们教养出来的好儿女。是。魏如珠看着魏和忠沉怒的样子，一是吓得不行，但心里也委屈的不行。涂小娇现在又没怎么样，那么我就不算是作恶。还有，就算是得逞了，让人把涂小娇给糟践了，又弄残了，那又如何？
不过是一个低贱的泥腿子罢了。祖父有必要为了这么一个给魏家带不来任何好处，只会给魏家丢脸的人，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吗？特别是现在还是半夜，正是好眠的时候。另一边，魏昭一直在暗中看着府内的动静。涂小娇既然露出了利爪獠牙，她不扒下魏家一层皮是不会罢休的。想着，魏昭就看莫文快步走了进来。公子，老爷子让人把三爷和夫人都叫了过去，现在二姑娘的院子动静不小。然后呢？然后三爷让周管家去叫三少夫人，让三少夫人过去当面对质。他去了？三少夫人没去，她说她累了，想见她就去她院子里，别……说着顿住。别什么？怎么不说了？别藏着掖着的，有什么就说什么。莫文应了声是，然后绷着脸。三少夫人说，别他娘的心底不行，身体不行，前后都不行，就规矩行。身体前后都不行？他在说什么？从相府回来之后，薛锦就径直地去了薛老夫人那儿，也不管老夫人睡没睡，对着她就是一通诉说，简单是说是感叹涂小娇多可怜，然后夸赞自己多贴心，直到最后听到薛锦安慰涂小娇养好身体再生孩子的话。祖母，你看到了吧？你孙儿我现在也长大了，也懂得人情世故，会说场面话，会关心人了。哼，你所谓的人情世故和关心人，就是给一个寡妇说，她以后还会怀孩子的。对呀。行，等我让人把你阉了，我也安慰你，你以后会子孙满堂的。祖母，你是不是糊涂了？我都被阉了，怎么可能还……说着顿住，随后反应过来，意识到自己说了蠢话了。祖母，那个天色不早了，你好好歇息，孙儿先走了。歇息，本来是歇息了，但听了你刚才那一番话，我都怕自己闭上眼会直接过去了。薛老夫人想着，看着身边的齐嬷嬷，哎呦，有薛锦这样的孙子，我还能活到这个岁数，还能吃能喝的，我这命可真硬啊。老夫人，这世上像世子这样质朴的人也是极少极难得的。哼，是呀，确实难得，都蠢出花了。不过呀，像我这样命硬的人也是极少。这相府的家务事儿啊，咱们不好管，但是作为亲戚，涂小娇小产，咱们去关心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啊，你明天带着补品去看看涂小娇吧。是，老奴明日起身就去。相府，魏子豪在听到那句心地不行的时候，脸就已经黑了。本以为这话已够难听，够大逆不道，不曾想后面竟然还有一句前后不行。魏子豪已经不是气，而是懵了。平生从未想过能听到这么一句话，而且还是从自己儿媳的口中。不只是魏子豪，其他人也都一样，又惊又懵。魏和忠看着魏子豪，凝眉。我一当爹的是想多了解自己儿子，但真的没想过了解的这么彻底。本来郭氏就已经糟心闹心的了，这会儿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这日子真是床上床下过得不尽人意，谁能不伤心？吴小娇，老子要宰了他！随着一声怒吼，魏子豪大步走了出去，郭氏赶忙追了过去。魏和忠站着没动。乡爷，咱们也过去看看吧。
二公子还需要三少夫人手里的解药，老奴怕三爷意气用事，真的会杀了少夫人呐。你不用担心，魏子豪一定想杀了涂小娇，只是你觉得他能如愿吗？相爷，三爷如果要动手，三少夫人是绝对躲不过的。是吗？那咱们就得去看看，看魏子豪能不能得手。而在魏子豪他们到之前，魏昭已经先一步到了涂小娇那儿。只是这一次他聪明的没再露面，而是让莫文带着他去了房顶，无声的观望，看涂小娇到底有多少能耐。魏子豪进屋，看到端坐在椅子上正闲视赏景的涂小娇，当即扬起手中长剑，脸上满是阴狠。涂小娇，把解药交出来，否则我要了你的命。先交出解药。所以这个时候，虽然魏子豪已经气急了，但是他还想着魏燕的安危的，而这更让人厌恶。魏子豪对魏燕的在意，更显得他对魏松的冷漠和冷恶。魏燕中毒他就急了，而魏松死了，他眼睛都没红一下。不就是想要我的命吗？魏大人何必搞得那么麻烦？说着，涂小娇不紧不慢地拿桌上的药瓶。那里面是什么？是不是解药？快点给我，给我！不，这不是解药。说着，涂小娇倒出一粒放入口中。这是致命的毒药。毒药你会吃？你当我是傻子吗？三夫人怎么会是傻子呢？三夫人是心胸宽广、慈爱又仁厚的嫡母。郭氏刚要呵斥涂小娇，就看涂小娇突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你们不是想让我死吗？为了羞辱我，要我这条命，想了那么多的阴招。其实没有必要，现在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来。刚才那一粒药吃下去，我至多也就剩下3天的寿命。怎么样，如愿了？高兴了吗？郭氏听了，神色变幻不定。涂小娇，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是不是故弄玄虚？三夫人拿着这药找大夫看看就知道了。说着，涂小娇起身走到郭氏和魏子豪的跟前，望着他们，声音凉凉。等到我断气的时候，2位可一定要沉住气才好。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三夫人这话问的真是好有趣啊。涂小娇盯着郭氏，微笑着。因为我一旦死了，你的好大儿这辈子都别想好了，是不是很可怕？郭氏顿时变脸。不是一直想我死吗？一定要坚持到底，到时候可千万别来求我，别求我活着，那样可就显得太可笑了。涂小娇，你敢！郭氏话出，涂小娇陡然出手，精准地掐住了郭氏的脖子。我有什么不敢的？你若是不信，我可以先弄死你看看。涂小娇话没说完，腹部挨了一脚，一口血再次喷出。不知死活的东西，我看你是真的不想活了。我是不想活了，魏大人有本事，现在就杀了我试试啊！你以为我不敢？你就是不敢。涂小娇，你且给我等着！说完，魏子豪狠狠地看了他一眼，拽着郭氏大步离开。好在并不是真的怀孕了，也不是真的小产，不然这一脚下去，别说肚子里的孩子没了，以后可能都怀不上了。房顶之上，魏昭看着涂小娇，静静看了一会儿，又悄然地离开了。公子，您说刚才三少夫人说的是真的吗？真的。当暗卫将今晚发生的事禀报给魏松时，魏松沉默了。那个连底裤都不舍得给我买好的，只会那么小气的买那种廉价掉色的人，
为什么却又不惧为我豁出命去了？相府魏如珠被禁足了，郭氏担心她闹腾，忍着身心的疲累来劝告魏如珠：你祖父这次是真的震怒，所以你这阵子一定要安安稳稳的在自己的院子里待着，什么都不要说，也什么都不要做，一切等到你祖父气消了，等到你二哥好了。我知道了。你知道就好。娘，涂小娇吃的真是毒药吗？你爹找御医去鉴别了，想来很快就会有消息。在我看来根本不用鉴别，也不可能是毒药。涂小娇哪里会那么傻？她不会为了魏松一个已死去的人搭上她自己的小命的。她就是虚张声势，故意闹腾的咱们家宅不宁。母女俩各有所思间，全嬷嬷疾步走了进来。夫人，二姑娘如何？回夫人，三爷刚才回府了，这会儿正在书房跟相爷说话。老奴偷偷去问了周琦，他说三少夫人的药瓶子里装的确实是毒药，毒性也确如三少夫人所说的那样，这药一旦下肚，至多只剩下3天的寿命。怎么可能？魏松都死了，涂小娇放着吃香喝辣的日子不过，为一个死人不依不饶的，他到底图什么？他是不是有病啊？听到魏如珠的叫嚷声，全嬷嬷垂眸，心里暗腹：也许这吃香喝辣的日子，涂小娇不是不想过，而是知道过不好，知道二公子和二姑娘想谋算他，甚至谋害他，所以才会这么的做。但凡他过得安逸自在，涂小娇才不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人豁出自己的命来反抗。竟然真的是毒药，那现在怎么办？涂小娇死了，我儿子怎么办？难道以后每天都这么昏昏沉沉的躺着？不行，这绝对不行。娘，你慌什么呀？涂小娇不给解药就算了，还有御医，御医一定能解，你怕什么呀？魏如珠话出，郭氏当即恼火：你以为我会想不到这一点吗？你祖父早就请了不止一个御医来看了，御医说毒确实可以减，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样的话你哥得受多少罪？你这个做妹妹的于心何忍？又不是我给二哥下的毒，娘做甚对我这么凶，这事哪里怨得了我呀？魏如珠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天理难容的事，郭氏不由得有些寒心。一直以来，魏燕可是最疼魏如珠这个妹妹的。所以娘现在打算去求涂小娇吗？你最近都别再惹事儿了，不然我怕是也保不住你。说完，郭氏拖着虚弱的步伐离开了魏如珠的院子。全嬷嬷，你去相爷的书房外等着，看到三爷出来，马上请三爷过来一趟。好，夫人您不要急，相爷和三爷一定会有办法的。好在郭氏并未等太久，魏子豪就来了。三爷，如何？可有找到解药？你觉得涂小娇会那么轻易就让我们拿到解药吗？我们轻易就拿到解药，那涂小娇还能有命活吗？涂小娇现在敢这么嚣张，不就是因为手里捏着魏燕的性命吗？哎，早知如此，昨日就应该马上请大夫过来，试着再保一下涂小娇肚子里的孩子。只要孩子在，涂小娇怕也会有所顾忌，不敢这么闹腾。三爷，那现在怎么办？你去找一下乔氏，让他去见见涂小娇。听言，郭氏神色微动。乔氏是魏松的生母，涂小娇如果真的那么在乎魏松，那么必然也不愿意乔姨娘因他而死吧。我马上去。另一边，魏昭听到他母亲去找了乔姨娘，
然后乔姨娘又去了涂小娇院子的时候，魏昭就大抵猜到了他母亲是在盘算什么了。莫文轻声开口：公子，您说三少夫人会妥协吗？谁知道呢？说着，魏昭无声舔了舔嘴角。看到魏昭下意识动作，莫文眼帘动了动。也许公子自己没发现，自从被涂小娇亲了之后，公子就有了动不动就舔一下自己嘴角的习惯。这是在时刻铭记自己吃过的亏，还是在回味味道？当涂小娇看到乔姨娘来的时候，什么都没说，等她说。乔姨娘对着涂小娇也很干脆，将来这里的目的如实的说了出来。涂小娇听完，淡淡开口：所以呢，姨娘也是来劝我低头妥协的吗？不，我是来告诉你，只要你心里痛快，你做什么都可以。而我会努力的活着，活着为你收尸。我会好好的把你安葬在魏松的身边。乔姨娘望着涂小娇，眼中泪光闪烁，却眼神坚定温柔。我欠了魏松太多，而你什么都不欠我，所以你做任何事都不用顾虑我的存在。我从未为魏松做过任何事，而你什么也不用为我做。我们从来都是两不相欠。乔姨娘跟涂小娇说完那一番后就离开了。离开时，乔姨娘已经做好了被发卖或被杖毙的准备。郭氏在知晓后，当即就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你个贱婢，竟然敢阳奉阴违！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不瞒夫人，其实我早就不想活了。怎么，连你也开始拿死威胁我了，是不是？不是威胁，是事实。在我儿子被送走的那一天，我就不想活了。只是心里还有个盼望，盼望三爷和夫人一时心软，盼着老爷子和老夫人能忽然生出怜悯之心，突然有一天能把我的松儿接回来。为了这一天，我一直努力地活着，坚持地熬着。乔姨娘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我熬了20多年，头发都熬白了，眼泪都熬干了，也没等到你们一点恻隐之心。我还是没能等到我儿子回来，只等到了他的死讯。在那一刻，我就彻底不想活了。乔姨娘望着郭氏，红着眼睛：你也是做母亲的人，现在看到二公子这样，你就受不了了。那我呢？我这些年又是怎么熬过来的？你一个卑贱的妾室，哪里来的资格跟我比？是啊，我只是个卑贱的妾室，我又能帮得了夫人什么呢？我什么都帮不了，我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资格，所以魏燕的事儿就不要指望我向涂小娇求解药了。反了，一个一个的都反了。暗桩，涂小娇吞了毒药，只有3天的寿命。魏松在听到这消息后就一直没说什么，如常的该做什么做什么。主子这事真的一点都不在意，还是说对于主子来说，涂小娇没了是正合他的心意，等到他以魏松的身份回归事业，刚好也不用再面对涂小娇这乖戾的媳妇了，也不用再向她解释了她为什么还活着等问题了。魏松，魏松！听到声音，武安转头就看一身花红柳绿的薛锦像个花蝴蝶一般跑了过来。一个大男人
怎么那么喜欢把自己穿得花枝招展的，让人感觉他是每天都做好了去灵官当花魁的准备。你来做什么？来给你说说魏家最近发生的事儿，你知道吗？我昨天夜里特意去看了看涂小娇。夜里？对啊，白天我不方便去，不好说话，所以我夜里去了。哼，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拜访人妻，白天去不合适，夜里去的。当时我正和涂小娇说话，渭河中那老头忽然来了，涂小娇就把我塞到了柜子里。薛景说着啧一声，哎呀，那感觉很是微妙。虽说人正不怕影子歪，但是那一刻我还是觉得自己挺像奸夫的。怪不得今日瞧着特别春风满面，原来是做奸夫的成果。之后薛景又说了什么，魏松都没怎么听，因为薛景说的这些魏松基本都知道了。没错，我发现涂小娇真的挺厉害的，也挺难得的，所以呢，你打算什么时候现身？魏松没回答薛景的问题，只是对着武安吩咐：去跟薛世子好好切磋武功。闻言，武安眼帘微动，薛景愣了一下，随后撒丫子就跑。什么切磋啊？那就是挨揍！我的功夫哪里能跟武安比呢？根本比不了。魏松让我跟武安切磋，就是纯纯的收拾我。魏松，我又哪里惹到你了？你说清楚。为什么？哼，大抵是薛景今天穿的衣服太绿，都绿到我头上。相府之后的一天，没人再敢往涂小娇跟前凑。不过这清静在傍晚的时候被打破了。刚摘下来的新葡萄还挺甜的，我拿来给弟妹尝尝。多谢大哥。哼，弟妹客气了。果然很甜。弟妹喜欢就多吃点。是要多吃点，不然很快就吃不到了。弟妹，你对魏家有诸多不满，我能理解，只是逝者已逝，弟妹还是要多顾念一下自己。逝者已逝，就算了。这是活着的时候欺负人年幼无力反抗，死了以后又欺负人死不能说话。涂小娇心里呵了一声，看了魏昭一眼，没说话。弟妹要怎么样才能放下仇怨呢？今天天气好像很不错，我想出去转转，不知道大哥可否陪我一起去？魏昭听了稍微想了下，急应了下来。弟妹想去哪里？随便转转。行，那我先回去换一身方便的衣服。好。公子，您陪着三少夫人一起出门，怕是不稳妥呀。怎么，你怕她再非礼我不成？这个很难说。放心，她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她心里有魏松，一而再的非礼我的事儿她不会做。上一次在街头，她目的已经达到了，没必要再做第二次。公子，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在带涂小娇出门后，没敢带她去闹市，而是带她去了相对幽静的地方，游湖、赏景、钓鱼。这旁边酒楼的鱼做得也相当不错，等下弟妹钓上鱼上来，可以直接去酒楼让厨子给做了。第一次发现讨女人欢心也是一件挺难的事。莫文看出魏昭的憋闷。公子，三少夫人，午饭时间到了，要不咱们去吃饭吧？弟妹，你看呢？先等我钓上鱼再说吧。行，那就先钓鱼。莫文看着在拿着钓鱼竿在水里胡乱划拉的涂小娇，心里腹诽。三少夫人这样，什么时候能钓上鱼？看来我们今天是吃。正想着，就看涂小娇的鱼竿一沉，一条鱼就上钩了。哎呀，见鱼还真多呀，没事凑上来咬什么钩啊？说完丢下鱼竿，起身走开。此时感觉
公子就是那非要凑上去咬钩的贱鱼。不过以后绝对不能再带三少夫人来钓鱼。因为魏松现在还不想现身京城，所以一般都在比较幽静的地方游走。而这次魏昭为防涂小娇再生幺蛾子，也是离开了闹市，选择了幽静的地方。幽静就碰上了幽静。主子，您看，是涂小娇和魏昭。正在吃饭的魏松听到这话，通过窗户往外看了一眼，当看到涂小娇时，不由得愣了下。关于涂小娇做的事，暗卫都禀报了，唯独没禀报过涂小娇的样貌变了很多。主子，现在怎么办？什么怎么办？要不要躲起来？没什么可躲的。不躲了？难道主子已经准备好跟涂小娇见面了？两位客官，快请坐。魏昭坐下，对着店小二：给我们把鱼做了，另外再来几道你们这儿的拿手菜就好。好嘞，您二位稍坐，小的这就去准备。你吃过猪下水吗？猪下水？看魏昭那表情，涂小娇既知他没吃过，也不可能吃那种东西。在你眼里或许是很恶心的东西，但是在我和魏松眼里却是美味。魏松就特别喜欢吃猪大肠。而隔壁包厢，武安听到却是惊得眼珠子差点掉出来。我去，主子别说什么猪下水，他连猪肉都不怎么吃，几十年的人参都嫌弃，觉得年份小，怎么可能吃那玩意儿？被武安用惊骇的眼神看着，魏松神色淡淡。确实不可思议，但更不可思议的是，偶尔午夜梦回，竟然还会想起那味道。过去那些年，三弟确实是受苦了。这几日二哥也受苦了，不过无碍，等再过10多年，他吃过了魏松吃过的苦，自然也就熬过来了。闻言，魏昭凝眉：他这话什么意思？以牙还牙吗？怎么，大哥可是不满意？我并未加倍奉还，甚至比魏家人更加仁慈善良。至少我给了魏燕熬过来活命的机会，而你们却是连活命的机会都不给魏松。弟妹一定要不依不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吗？不然呢？要凭着大哥两句不痛不痒的好听话，就将魏松所遭受的一切都抹去吗？你没那么大的脸，而我也没那么大的心胸。我听说当初弟妹嫁魏松，也并非是心甘情愿的。确实是心不甘情不愿，但就算是这样的开始，我也不曾后悔与他成为夫妻，甚至庆幸嫁的是他。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你们却丝毫容不下他。客官，您的菜来喽。菜上齐了，但却没人动筷子。回去告诉香烟，包括你父亲，若是不想魏燕多受罪，就让他们少动歪脑筋。弟妹这话是何意啊？我不懂啊。都这个时候了，大公子又何必在这里装糊涂？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相爷或是你父亲已经派人去魏家村了吧？魏昭眼神微闪，怎么看乔姨娘不管用，就图用我的父母或兄妹来拿捏我吗？可惜了，除了魏松之外，我并不在乎其他人的生死。若是不信，你们可以先杀一个试试。这话是真还是假？不过我虽然不在乎涂家人，但是你们的作为却让人极度反感。所以到时候涂家人若死，魏燕命必丧。不信你们也可以试试。说完，涂小娇不再与魏昭废话，起身走人。